让一下。赵队，死者身份问清楚了，张霞，女，42岁，与前夫离婚多年，独居，现在有个女儿在上大学。队长，死者身中3刀，致命伤在颈部。根据报案人提供的信息，初步推算，死亡时间应该在9点钟左右。哎呦，这么多血，3刀啊！3刀啊！哎呀！小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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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外面出了那么大事情，你就知道玩游戏。姐，你怎么回来了？外面吵什么呢？你没听到什么声音啊？隐约听到了，怎么了？隔壁出了凶杀案，死者是张阿姨。啊！小吴，你干嘛呢？队长，我马上来。小南，你锁好门，别乱走。我今晚加班，谁敲门都别开啊！弟弟，醒醒，你不会有事的，不会的。弟，你醒了，醒了就好。我穿越了，姐姐，我终于有亲人了。这一世，我要做个好人。我可是最了解犯罪的。姐，我帮你破案啊！你个小屁孩懂个屁破案呢！老实待着。哎呀，这谁干可怜呢？让，这也太狠了哈！手套，我去拍照。哎呀，这到底怎么回事？你说这好好的人就哪个小子？这小孩，好冷啊！哎呀，这是死者的阴气啊！可不是嘛，就是。怎么这么香？哎呀，你看看，什么味儿啊？哎呦，真是太惨了！是啊，太可怕了。小南，你怎么出来了？快回去，这里有死人。没事儿。队长，监控查过了，最近1个小时内没有人离开过这栋楼。队长，窗户没动过，没有攀爬痕迹，窗外有护栏。密室杀人呢？可不是嘛！这种人听说过，可没见过。这算哪门子密室杀人？熟人作案而已，而且凶手此刻就在这栋楼里。熟人作案而已，而且凶手此刻就在这栋楼里。可能是熟人作案，查一下张夏邻里关系。是。这谁家的孩子啊？赶紧领走！这熊孩子！小南，快回去！再看，小心做噩梦。小南，你在这里捣乱干嘛？快回去！不好意思啊，赵队，这是我亲弟弟，他爱捣乱。这是你弟弟啊？亲弟弟？啊，还不快走！哎，等等，你和你弟弟就住在这儿？是对面602。小朋友，来，快来，过来，别磨叽，来吧。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几岁了？9岁，3年级，放暑假打游戏。9点03分听到尖叫声。哎，大叔，你要问什么赶紧问，别拉家常。好，那你跟叔叔说说看，你在听到尖叫声之前都看到了什么，或者出门发现了什么？我在打游戏。那你怎么要说是熟人作案？这很明显啊。不是老赵，这现场还没勘察完呢，他就敢说熟人作案？你真要听个9岁小孩在这分析案情，这不是浪费时间吗？你爱听不听？哎，等等，他们是离案发现场最近的邻居，听一下。小南是吧？你继续说。首先，从案发到现在，没有人离开过这栋楼。1楼有监控，窗户有护栏，你们查过的。其次，从现场痕迹来看，张阿姨死前挣扎过，但她倒在沙发旁，距离门口有一段距离，尸体并无移动痕迹。此种情况很可能是张阿姨主动给凶手开门，将其迎进门，符合熟人作案特征。
还有尸体旁那把刀是凶器吧？刀我见过，就是张阿姨家的水果刀。也就是说，凶手并未提前准备凶器，并非蓄谋已久。再者，从现场痕迹来看，凶手不为财。综上所述，熟人作案可能性极大，而且是在冲动之下的激情犯罪。等等啊！这现场被翻得乱七八糟，财物丢失，痕迹很明显，具体数额还要等家属回来才能核实。凶手不为财，你小子别睁眼说瞎话呀！赵队，还让这小子走吧，别听他胡咧咧。小吴，管好你弟弟。第一，从现场痕迹来看，极有可能是凶手为了误导警方而有意为之。第二，案发于9点前后或更早，这个时间大多数人都还没睡下，没有哪个小偷会在这个时间上门盗窃被发现行凶，不都是后半夜吗？第三，最重要的一点，戒指。戒指？什么戒指？张阿姨手上的金戒指啊！如果凶手是为财，怎么会忽略这枚明晃晃的戒指？你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吧？厉害啊，小子，你怎么懂这些？我爸是刑警，我妈是刑警，我姐是刑警，我就是刑警，家庭熏陶嘛。另外，我还看过800集的柯南。好小子，行，回去吧，这毕竟不是小孩子待的地方。哎，对了，叔叔，我得纠正你一个错误。你别乱说话，还纠正错误，看把你弄的！叔叔，你看到了吧？都看到了吧？他打我，虐待儿童，快把他抓起来，让他好好反省。要报警是吧？反了你了！看见了吧？哎，好。小南，你刚才说叔叔有个错误，什么错误？你说说看。不好意思啊，赵队，小南乱说话，我带他回去。哎，没事，我听着。叔叔刚刚说，案发前，也就是尖叫前，这是不准确的，因为可能尖叫声就不是张阿姨发出的。那你又为什么如此推断呢？因为我能听到。行了，我回去了。嘿，哎呀，快出来，出来！这小子啊，这孩子。楠楠，你怎么又吃泡面？屋里都是味道，窗也不开透透气。姐，你回来了。我去睡会觉啊，你7点叫我啊，7点啊，别忘了。知道了，姐。3天了，案子还没破。张霞，女，42岁，洪城人，工厂质检员。案发当日休假在家，死亡时间约9点，身中3刀，致命伤在脖梗动脉处。为人和善，并未发现与人结怨。女儿在上大学，前夫王洪刚虽多年来一直骚扰张霞，案发时并不在槟城，且3个月未与被害人通话，已排除作案嫌疑。凶器上未发现指纹，门口地面脚印复杂，皆来自于张霞与多名嫌疑人。这个案子明明并不复杂，怎么给调查成密室杀人案了？根据1楼周大爷笔录，大约在晚上9点听到尖叫声。凶手应该就是他。
观江花园1单元的701702501502，凶手就是他。姐，7点了，起来啦！哎呀，你别吵，我起来了。小南，你是不是乱动我东西了？对啊，我看了前几天张阿姨案子的档案，怎么了？你怎么能乱动我东西呢？你个熊孩子，都被你搞乱了。姐，我这不想帮你破案吗？帮我？你不给我捣乱，我就谢天谢地了。这个案子是视听亲自督办，如果不能及时破案，你知道我们局里多少人要受处分吗？帮我。姐，你别哭嘛，我知道你办案压力大，精神太紧张了。哎，讨厌。姐，我告诉你哦，我知道谁是凶手了。你知道？你发现了什么？小南，我跟你说，话不能乱说。还是说你那天发现了什么？不是，这是我经过分析才得出的结论。在这份档案里，你们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什么问题？1楼住户绝不可能听到任何尖叫声。我以为是什么问题，怎么不可能？别再给我捣乱了，你姐很累，你姐还……姐，你听我说。来，你看这份口供，然后……队长，你们来了，进来。小吴，昨晚没睡觉吗？脸色这么差。睡了一会儿。小吴一个人带弟弟不容易啊。你电话里不是说发现重大线索吗？什么情况？快说。啊，是这样，我弟弟说，案发当天，如果那声尖叫是在6楼的室内发出来的话，1楼的住户根本不可能听见。但是根据我们的口供，里面却说1楼的住户听得非常清楚。哎，等等，这件事情昨天开会的时候不是已经讨论过了吗？能否听到是在2可之间，因为女性的尖叫声能达到70分贝左右。小吴，你怎么回事啊？大家都这么忙，你弟随口说什么，这就叫重大线索？还把我们都叫来，你是不是睡傻了？不是，孙队，是这样啊。假设这个声音不是张霞发的。哎，行了，你搞什么呢？喂，那个谁，你干嘛凶我姐？会不会好好说话？小南，小吴同志，能不能管管你弟弟？这是命案，不是过家家。哎，好了，老孙，我知道你着急，别这么上火。你继续说。就我们假设，那声尖叫不是张霞发出来的。姐，你几天几夜没合眼，这才睡了多大一会儿，状态这么差，怎么分析案情？还是让我来吧。行，你来吧。搞什么呀？到底搞什么呀？吴心言，凶杀案你让你弟弟先杀我什么呀？他一个9岁的小屁孩啊！你到底想干什么呀？我看你这刑警是不想干了吧？老孙，你干什么？别吓到孩子。行，你们说啊！你让一个9岁的小孩给你上课，教你们怎么破案。我走。等一下，小南，你干嘛？你不能走。怎么个意思？案情分析你爱听不听，但你打碎我家花瓶赔钱。小南，你别闹。姐，你别管。我告诉你啊，我今年9岁，正在上小学。你要是敢动我一下，我马上躺地儿去。我会发网上，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警察打小孩，你马上就得撤职。哼，好啊！吴心言同志，我算是长见识了，你家是真厉害啊！这叫重大线索。哼，够了吗？
哎，老孙，够了，叔叔，你也要走吗？不走的话，我可以跟你说说。我知道凶手是谁，他就住在这栋楼里。小南，不靠谱的事不能乱说，还不能确定是凶手，只能列为嫌疑人。小吴，小南，你怎么知道谁是凶手？那天你是看到什么了吗？整栋楼的住户我们都已经排查过了，案发的时候都有不在场证据或不具备作案能力，已经全部排除嫌疑。小朋友，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首先，1楼绝不可能听到尖叫声。你们认为的2可之间，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判，误导了你们的调查方向。你说错就错呀！女性尖叫70分贝，而且我们已经做过实验了。那你的实验人员耳背吗？周大爷耳背，街坊邻居都知道，而你们做笔录的调查员显然忽略了这一点。当时都上来看热闹，我以为就是现场太吵了，他才没听清楚。周大爷耳背不算严重，这点确实容易被忽略。但我在案发当夜也提醒过你们，我不该听到尖叫声。我在卧室打游戏，隔着3道门，戴着耳机。可我翻遍了所有档案，你们没人记录我这句话。我本不该听到尖叫声，但我听到了，周大爷也听到了。以上可证明，尖叫声绝非来自于6楼室内，而更可能是楼道内。但张霞死于客厅，尸体并无移动痕迹，所以尖叫来自于凶手的伪造。凶手是女性。如果仅推理到这一步，凶手可男可女，男性也可捏着嗓子或通过网络音频在楼道里发出女性尖叫。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疑问：凶手就在6楼制造尖叫声，楼上楼下肯定第一时间出来查看，他如何跑路呢？很显然，他没有跑，且可能是最先赶到现场的邻居之一。凶手只可能来自于5楼或7楼。如果凶手住在4楼或更下，尖叫后向下跑，很可能会被5楼刚出门的邻居看到或听到。但看所有笔录，没人发现类似情况。推理到这一步，我基本可以将凶手锁定701、702、501、502户中，7楼2户，702空置，701是李大妈老2口。考虑到老人体能以及现场经过布置，基本排除李大妈作案的可能。5楼2户，柴叔与王叔，王叔先出来。502柴叔，一家3口，家庭和睦。501王叔，一人独居，单身多年。绝大多数案件逃不开财、情、仇，而在本案中，张阿姨未与人结怨，而凶器又是张阿姨家的水果刀，所以凶手是因情临时起意冲动杀人的可能性最大。再看笔录，502柴叔笔录证明他在出门时已经看到王叔出门。李大妈笔录，他在下楼时已经看到王叔与柴叔一前一后跑到601门口，也就是说，第一个出现在楼道里的人是他，第一个赶到现场的是他，马上断定张阿姨出事的是他。踹开门使门锁遭到破坏的，并向里面走几步留下脚印的也是他，所以我认为凶手就是他。楼下501的王叔王胜利。还有很多细节我没说，没必要都说，等我说完作案过程，你们马上抓人审就行。7月13日夜里8点半至9点之间，王胜利正在张霞屋内谈事情，因为某些矛盾，王胜利失控。停！你可别胡说八道了，主观臆断，没有任何证据。这是严谨的推理，如果你有问题，允许提出来。好，那我问你，现场明明有盗窃痕迹，你为什么说没有丢失财物？张阿姨的女儿在案发隔天赶回来，笔录我看了。她这几年在外上学，极少回家，只能确认被害人卧室里过去的首饰没丢，2部旧手机没丢。至于被害人这几年是否置办其他值钱物件，以及是否丢失，他无法确定。你也知道无法确认。我原本认为戒指没丢是凶手伪造现场的疏忽，可我重新复盘案件后，发现并非如此。凶手在犯案后出奇的冷静，他做了很多他自认为很精巧的布置，是他调节了空调，以减缓血液凝固速度。凶手还擦掉了刀上的指纹、空调遥控器指纹、柜子前的脚印。他想要伪造成入室盗窃被主家发现，从而杀人的假象，但他显然不具备布置完美犯罪现场的能力。不知该如何处理赃物，1楼有监控，他带不出去，他怕警察搜全楼。
因此他不是疏忽，他是故意的，什么都没拿走。这假象他认为也是合理的，入室盗窃还未发现值钱物件，被发现杀人，慌忙逃走。所以结合被害人女儿的笔录，我认为他就是什么都没丢，因为他不敢拿。你可真会想象。还有什么问题吗？好，那我再问你，如果真按你所说，一个普通人冲动杀人，他怎么能如此冷静？怎么可能想到如何布置现场，甚至误导警方？谁跟你说王胜利是普通人？你什么意思？要不咱打个赌吧？赌什么？王胜利是凶手？你真当这是过家家？王胜利一定是凶手，没什么好赌的。哼，那你扯什么？我认为王胜利过去杀过人，身上还背着命案，你信吗？什么？什么？他过去杀过人？小南，不能乱说话。赵队，他没有案底。小南，你怎么知道他过去杀过人？你是有什么证据吗？没证据，没线索，纯推论。哎，我真他妈受够了啊！你小子越说越玄乎是吧？胡说八道个没完！小南，有些话真的不能乱说。什么叫乱说？帮你破个案中案不好吗？吴心言，你有时间带你弟弟去医院看看吧，看看脑子有没有进水，早点治疗啊！别废话，你赌不赌吧？赌？你说赌什么？看你破案心切，我也不为难你。输了，给我姐道歉，以后不许凶我姐。行，如果王胜利没有杀人，我看你姐就不要干了，脱了这身警服。哎，老孙，你跟孩子赌什么气呀？我哪里跟他赌气了？打赌明明是他提的。那行，我再加一条。行，随便你加。我要是输了，跟你磕一个都行。哎，好了，真当过家家呢？有点纪律性没有？我们从这儿分析案情呢。小南啊，你刚才分析的是有几分道理，但是他没有实质性的证据，就连间接性的证据也没有，全是推论。我现在虽然可以把王胜利带回警局配合调查，但最多关他48个小时。这是命案，王胜利如果真是凶手，且如你所说，他极度的冷静，心理素质又过硬，他就不会随便的去交代什么。但王胜利如果不是凶手，影响会非常的不好，你姐姐会受到严重的处分。谁说没有证据？我刚想说来着，被人打断。那行，那我就再说一下。7月13日夜里8点半至9点之间，王胜利正在张霞屋内谈事，因为某些矛盾，王胜利失控，便拿着水果刀对着张霞身前连刺数刀。王胜利擦掉了刀子上的指纹，伪造现场，便回家洗澡换衣，接着返回6楼楼道，制造出尖叫声，再迅速跑回5楼门口。这时柴叔开门查看，恰好看到王胜利已经出来。其实他是从楼上刚下来的，整栋楼都被惊动了。众人来到601门口，敲门、砸门，折腾了一番。这时挡着门的王胜利才第一个踹开门，看到了死者。以上是凶手作案的大致过程。间接证据：根据被害人伤口出血量，凶手身上必被泵溅上血，他需要回家洗澡换衣，且对衣服反复冲洗。案发这3天，他一定反复冲洗过浴室，可以查一下他家的水量情况。证据2，可对凶手家浴室进行卢米诺测试。卢米诺测试高度灵敏的化学发光检测方法，法医学领域检测肉眼难以观察到的极微量血迹。哪怕凶手反复清洗过浴室，血液被稀释到1/100,000，卢米诺测试依旧会有效。证据3，王胜利40多岁，重度烟瘾，嗓音沙哑的他，哪怕捏着嗓子，恐怕也很难模仿出女性尖叫。所以我认为他是靠电子设备模仿出尖叫。抓人时带我去现场搜查，我能帮你们找到直接关键证据。不对，假设王胜利真的杀过人，而且洗了澡，按被害人的出血量，但如果角度……案发当天，围观邻居中，王胜利是唯一一个刚刚洗过澡的人。虽然他吹干了头发，换了新衣服，伪装得很好，但他身上依旧有浓郁的沐浴露香味。我证明，我记得，我可以断定，王胜利身上不仅溅上了血，还很多。如果只是少量血溅到衣服上，换衣服就够了，不需要洗澡。还有问题吗？
用水量够了，等我打电话。喂，老雷啊，我老赵，哎，找你帮个忙，帮我查一下713案，案发单元最近的对，1个星期就可以，用水量的情况。好嘞，我等你回电。哎。哎，那是哪一户用水量最大？501？啊，那案发前呢？没有。那也就是说，案发后501是用水量最大的一户，对吗？好嘞，好嘞，好嘞，我知道了。好，谢谢啊。行动。是。谁呀？王叔，是我。小南呐，咋的了？你等我一下啊。这大晚上的，小南，你有什么事儿吗？别动，别动！你们要干什么？你老实点，双手抱头，给我拖进去！我犯什么罪了？你们凭什么抓我呀？你给我放开！你给我放开！王胜利，老实点，我们怀疑你跟张霞的死亡案有关系。你说什么呢你？别动！等等！哎，小南，干嘛呢？恢复数据。哎，你别摸索了！你看你这人，你干什么呢？你给我闭上！队长，你快来看！他在销毁证据，哼，够难缠的。这不可能是巧合。洗手间怎么回事？那个，我站起来回答啊。那个警官，重做防水啊，这不犯法吧？这几天查到你用水量极大，翻新，你怎么用水？重做防水需要测试防水效果呀，吴警官。这个女孩子她懂什么？你就此转呢？扔了，估计这会儿已经被垃圾车给拉走了吧？要不你们去瞅瞅？哎，你们研究我们家的瓷砖干什么呀？我让小李去。不用，证据受污染了，农民诺结果不作数的。哎呦，这是怎么了？楼上张启刚死，警察抓人，难道是小王杀人了？不能吧？他平时挺老实的。哎，我没杀人啊！你们有什么证据啊？你们凭什么抓人啊？你给我放开！你给我老实点！那个吴警官，咱们怎么说也算得上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啊！你怎么能……我想起来了，你觉得我之前得罪过你，所以你对我打击报复是不是？我报复你什么？你觉得我差点害死你弟弟？啊？警官，他平时加班忙啊，他经常不回家。那次呢，他拜托我去接他弟弟放学，我没答应他。结果呢，他弟弟放学自个儿回家，在路边贪玩掉河里了。你弟弟落水，当晚有这事儿？是。哎呦，我想起来了，那天呢，我本答应小吴买菜顺便过来接小南的，
结果我临时有事儿，我就没去，跟小吴电话说了。哎呦，这事儿啊，说起来也怪我。哎，不过人可不是我杀的。哦，我知道了，你弟弟差点掉河里淹死，你怪我？谁怪你了我？你不怪我，你们抓我干什么？陷害我，杀了张霞，你们一点证据都没有，就把我给抓起来了。哎呀，这不是陷害，这是什么？不能吧？吴警官平时人挺好的，就是脾气差点。谁知道啊？这到底是……哎呀！哦，我想起来了，最近啊，新闻上说啊，咱们槟城在评选什么东南最美城市，现在发生了命案，这影响极坏呀。听说呀，这个案子还是市厅督办的，让他们限期破案，降低影响，是吧，各位警官？哎呀，这都过了3天了呀，你们一点证据都没找到呀！这一着急就把杀人犯的帽子扣我头上了呀！你给我闭嘴，别胡咧咧！是，我父母早亡，我一个人南下打工呀。我都40多岁了，我还是个老光棍啊，没亲人没朋友呀。等他们要是把我抓进去，就屈打成招呀！到时候连个替我伸冤的人都没有呀！我太适合被诬陷为杀人犯了，是吧，吴警官？你这么陷害我，你心可真够狠的呀！你他妈的，把嘴给我闭上！警察大人了！警察大人了！警察大人了！你们可得替我作证啊！他们要打我呀！你看看，你看看！怎么打人呢？怎么打人呢？他咋回事啊？小王啊，平时沉默寡言的，都不爱跟人说话，今天竟然这么能说，这可是掉脑袋的罪，谁被污蔑谁不急呀？对呀。哎呀，还是要查清楚，别诬陷好人。你干什么呢？侦办现场禁止拍照。没什么。凭什么不让拍啊？警察大人不让拍啊？啊，还有没有王法啊？王胜利，注意点啊！谁打你了？他呀，他刚才要打我，你没看见呢？哎，人家邻居可都看见了，你现在不承认了是吧？各位街坊邻居啊，你们肯定不能走呀，可得替我作证啊！你们要是走了，这帮黑警察肯定打我呀！到时候就算没有证据，他们也会伪造证据的呀！放心吧，小王，我们不走。王哥，我们都看着呢。你们放心啊，我没杀人，我肯定不会承认的呀！就算他们把我抓进去，那最多就是关我48个小时。我要是没出来呀，你们可一定要给电视台打电话呀，让全市人民都好好看看这帮黑警是怎么诬陷无辜市民的。队长，哪里需要做卢米诺测试？不需要了，你去看一下现场。让一下。老钱，你怎么来了？听说你抓到嫌疑人了，过来看看。我冤枉啊！我冤枉啊！他们没有证据，随便抓人啊！他们赵队没证据，正在收集证据。这怎么还有个孩子啊？这……老钱，去，有事说事。老钱，这是我们1组的案子，赵队亲自盯着的，这里没你们2组的事。你从哪儿来啊？回哪儿去吧，别在这添乱。什么？我添乱？就你手下那几个歪瓜裂枣，还有个走后门进总队的，连现场管理都做不好，能办好什么案子？不是，你什么意思？没意思，我早就说过，这个案子就应该让我们2组来办。哼！青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你可来了呀！你可得为我做主呀！我是被冤枉的，他们没证据啊！他们，你看看啊！随便扣人，连证据都没有，这传出去会造成什么影响啊？哎，行了，老钱，这没你的事儿，回吧啊！各位街坊邻居，你们可看到了啊！人家钱警官可是发现了问题，对呀，他们
硬生生给人家赶走了呀！这帮黑警是铁了心要诬陷我呀！哎呦，这警察是怎么了？都什么事都？这是陷害啊！王胜利，你注意点啊！诬陷，这就是诬陷啊！你们可一定要通知电视台啊！还有没有？谁陷害你了？你还有你姐！不见棺材不掉泪，这是你手机吧？是我手机，那又咋了？现在这个社会谁还没个手机啊？你承认是你手机就行。哎，吴楠，你掉到河里差点被淹死，那跟我没关系呀！你记恨我干什么呀？啊！你说你一个小小年纪的孩子，你不学好啊？你心咋就这么狠毒啊你？我狠毒？那行，我今天就发善心。我给你个机会，只要你承认张霞是你杀的，并交代犯罪过程，算你自首，怎么样？你没病吧你？我没杀人，我自什么首啊？你露怯了。什么？是他你啊！你果然杀过人。你胡说什么？你东躲西藏这么多年，想必熟读法律。其实你是知道的，你是临时起意，冲动杀人，激情犯罪，配合自首情节，是判不了死刑的。死缓减无期，实际服刑时间不得少于原判刑期的1/2。也就是说，如果你自首，老老实实服刑，再有个什么重大立功表现，减刑，最快15年就能出来。其实你很清楚，警方已经盯上你了，你逃不掉的。就算你48小时死不交代，你与张霞的过往也一定会被查出来。警方只是需要更多时间，而你还心存侥幸死不承认，因为你在害怕你过去的事被翻出来。自首吗？自首。嫌疑人没有第一时间反驳，小南跟他说了什么？声音太小，没听清。大家都简单点，你数罪并罚，下辈子做个好人。我不知道你说什么。不见棺材不掉泪，那我送你上路。你没证据，你没有证据，你没有证据。我有证据。这是张霞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怪，但这就是那天晚上的尖叫声。对，就是这个声音。不是，不可能！我明明已经删了呀，我已经删除了。什么意思啊？哦，你删掉了？你承认这是你制造的声音了？那晚上的声音是王哥搞出来的。哎呀，他搞这干什么呀？他怎么这样？我们都认为他是好人。没想到真是他呀，真是作孽呀！我已经删了，我明明已经删了呀！想要彻底删掉一个文件，必须让文件重复写入，覆盖掉原有文件。你删掉的只是文件索引，文件可恢复，你显然不懂存储的基本原理。另外，你与张霞的聊天信息我也恢复出来了，是通过一个名叫爱友的交友软件。你与张霞楼上楼下邻居很多年，本来并无过多交际，直至3个月前，你与张霞通过爱友闲聊几句，越发熟络。具体聊天内容涉及到张阿姨隐私，我就不读了。不过我还看到了，你最近2年来通过这个软件
搭讪过很多离异女性，并提出无理要求。要我读读吗？别，人是我杀的，我承认，人是我杀的。姐，我杀他只是一时冲动啊，我俩好了快3个月了，我最近发现他不对劲，对我越来越冷淡了。我怀疑他外面有男人了，我那天给他发消息他也没回，我就去找他了。谁啊？我。张霞，咋不回我信息呢？卧室充电呢，没听到。进门时间8点。具体聊了什么？就闲聊些家常话呗。我还问他白天休息他干嘛去了，他也没说。王胜利以前真杀过人？杀过。为什么要杀他？警官，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他外面有男人，对不起我呀！哼，老实回答问题。我就是，我说，哎，张霞，你看时候都不早了，要不今天晚上我就住这儿吧？什么早啊晚的，你就住楼下，回去吧。多大年龄了，还这么精致？出去，给我马上走！张霞，你是不是外面有男人了？滚！给我滚！再不走，我报警了！现场盗窃痕迹是你布置的？是你调节了空调温度？是。既然你承认就好，让他还押。按这就行。结束了，都结束了。还没结束，王胜利，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比如，你以前犯过什么案？或者说，你以前杀过人吗？能给我一支烟吗？是。王胜利，回答问题，你以前杀过人吗？没杀过。张霞是我杀的，我都已经承认了呀。至于其他的，没什么好交代的。哼！王胜利，我警告你，不要负隅顽抗！谁负隅顽抗了，警官？
没杀过什么人，有本事你们自己去查喽。我来，黄胜利，你犯的罪足以判处死刑，你现在在耍无赖，没有任何意义。吴警官，我知道，我都够判死刑了，我还怕什么呀？你们不是着急着破案吗？现在案子破了，你们赶紧把我抓去判个枪毙呀！你们还折腾什么呀？啊，不会吧？你们警察还真觉得自己是正义的化身呢？怀疑我以前杀过人，就一定要查清楚啊？是吗？是吧？太好了！据我的了解啊，如果我身上还有案子没查清楚，你们就得一直关着我，判不了我啊！我的命还长着呢！小南，你说王胜利以前杀过人，有几分把握？10分。我去审吧。署长。赵队，听说你找到证据了。老赵，审讯的怎么样了？嫌疑人都交代了，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赵队，怎么又是这个孩子？上次在案发现场的时候，就是这个孩子一直在乱翻嫌疑人的东西。伯伯好。老赵，这是吴心言的亲弟弟吴楠，他们家的情况您是都知道的。哦，我知道了，父母因公殉职后，就剩他们姐弟俩了。对。是啊，是够难的。小吴平时也忙，以后这孩子要来署里就来，没地方写作业，带到会客室。纪律就是纪律，这里是办案区，不是孩子该来的地方。署长，其实这个案子能够告破，好，这个案子能告破，你们功不可没，赶紧结案送检吧。署长，还不能送检啊？为什么？小南，你说王胜利以前杀过人，有几分把握？10分。我们怀疑王胜利在杀害张霞之前还杀过人。还杀过？案中案？有什么线索？这嫌疑人现在还拒不交代以前的犯案。没有线索。是我说的，嫌疑人还杀过人，交给我来审，我能马上结案。小南，你这不是胡闹吗？一个小屁孩说他杀过人，你们就信了？老赵，你也是老刑警了，你近期马上就要提一提了，绝不能犯错误。署长，这些我都明白。其实713案能够顺利的告破，还多亏了吴楠，他是个神童。这神童？所以没有线索，没有证据，他说你就信？原本我们对吴楠的话有所怀疑，但在本案的侦查过程中，我们发现犯罪嫌疑人有极高的反侦查意识以及过人的心理素质，他不像是初犯。等等，老孙，你的意思是还真要查？什么线索都没有，怎么查？就这么一直耗着吗？就这么一直关着嫌疑人吗？上边要求我们限期破案，既然这个案子已经破了，署长，713案可以上报，但是犯罪嫌疑人以前的犯案，我还是觉得……怎么？你想查？那你报告打算怎么写？就写一个9岁的孩子怀疑他杀过人，你们信了？有没有人呢？还有没有人呢？你们到底审不审呢？还有没有点人权呢？保持安静！你们到底审不审呢？我都困了。你不审的话，把我送回去睡觉吧。怎么来这么多人呢？
你们刚才在外边不会是在商量怎么对我刑讯逼供吧？来，老子都被判死刑了，老子怕你们呢啊！来，尽管招呼。老张，我再给你5天时间，查明嫌疑人过去还杀了谁。署长，这可能是嫌疑人为了故意拖延时间，故意这么说的。5天？老子给你5年，你他妈也查不出来。5分钟，我来审，给我5分钟，我让他交代。你个小屁孩，你懂什么？吴心言，管好你弟弟。署长，他们怎么能让一个9岁的孩子办案呢？这简直是胡闹啊！小吴，你爹看过案件卷宗，这是违反纪律的。署长，我给我5分钟，破不了案，伯伯可以处分我姐。什么？署长，给我弟弟5分钟时间，破不了案，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署长，他们怎么能让一个9岁的孩子办案呢？这简直是胡闹啊！行了，署长，您不能对他们这么放任。这个5分钟还是耽误得起的。你既然说他是神童，而你又立下军令状，那我就给你这5分钟。好，就5分钟。小南呐，你呀也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呀。说实话，这街坊邻居的可没谁夸你聪明啊，你挺笨的。这之前呢，也不知道是谁教你的那些东西。看现在这个情况，没谁教你了吧？就你审我呀，孩子，现在时间不早了，你也没事了，还是赶紧回家打游戏去吧。啊，11年前到13年前，北方安宁省入室杀人，被害人为女性，悬案未侦破，现场并未留下指纹、DNA 等痕迹。像这种当年未侦破的大案，怕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案件没几个，甚至可能只有1起。我知道，直接告诉你，你肯定不服。我让你死个明白。哎呀，小孩子呀，人不大，口气挺大的呀。你在杀害张霞后，你伪造现场，回家清洗，并利用她的尖叫声让警方误判了张霞的被害时间。你利用这个时间假装上网，留下电脑浏览器记录，给自己制造了不在场证明。我说的对，这我都已经招过了，还用得着你分析啊？我是想说，你杀人后的冷静，有极强的心理素质与反侦查力，你不是一个普通人。这只有2种可能：第一，你是个疯子，内心很扭曲的变态，熟读法律，钻研犯罪；第二，你杀过人。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是个变态呢？你搬来10年，如果你真是个变态，你不可能忍到今天。我这都是你的胡乱猜测。你不知道你最大的破绽是什么？你做了很多自认为自己很精巧的事情，有着超乎寻常的执行力，但你却没逃走。站在你的角度，我得到了2种答案：第一，直接逃走太明显，住得那么近，谁在张霞死后谁失踪了，谁就是凶手；第二，你不想破坏自己如今安定的生活。根据你的第1次笔录，你是北方普陵省人，父母双亡，10几岁便远走他乡，来到南部辗转多地打工。10年前
定居于滨城，靠打零工过活，很少社交，未婚未育。而根据其他邻居的笔录，关于你的事也提到了你性格内向、沉默寡言，甚至可以说是孤僻。如此能说会道，你真的是孤僻吗？逃了10多年，伪装得很辛苦吧？你自述没有任何亲人朋友，也就没有人证明你的过去。本市定居10年来，你拒绝社交，跟谁都不熟。反侦查意识不是与生俱来的，你必然看过大量相关书籍。或许你自己都没意识到你身上的味道有多重。味道？什么味道？逃犯的味道。你这种人，如果不怀疑你还好，一旦盯上你，实际上你处处都是破绽。你过去10年给人留下的印象，完美符合一个逃亡者、潜藏者的特征。而你在本案侦办过程中的表现，也证明了你过去10年时间是在伪装。杀人后的冷静，极强的心理素质，性格的伪装，拒绝社交，隐藏自身，单一条件或许说明不了什么，但若汇聚在一起，你不知道你身上味道多重吗？10年来，你每日惶惶不安，每一次警笛声响起，都让你恐惧。你活在焦虑里，烟瘾很重，你不敢与任何人深交，你害怕别人了解你，甚至你现在这个王胜利的身份都可能是冒用的。而你却住在刑警家楼下，你想要当下黑？哼，你想要掌握本地警方的第一手动向。你杀过人，对吧？哼，但是那又能怎么样呢？警察抓人是要讲究证据的。就靠你这么一说，我就成杀人犯了。我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用什么方式杀的人？你没有证据，你没有线索，对吧？对我个人而言，你这个人以你的行为就是线索。时间也差不多了。既然你已经承认人是你杀的，那么我就长话短说。第一，你曾经是个小偷，做过入室盗窃。小南，你依据什么推断的？报告需要写清楚。因为张霞被害现场的盗窃痕迹是专业的，一个入室盗窃惯偷会很清楚哪里可能有财物，哪里没有。而在张阿姨被害现场，距离门口最近的是鞋柜，还有厨房橱柜、洗手池台下柜等位置并无翻找痕迹，而诸如茶几、电视柜、衣柜，包括挂有常穿外套的衣架上面的衣服，这些可能放有老旧手机、首饰、现金的位置，全都被翻过。你伪造盗窃现场，但你出于过往的入室盗窃经验，或者说是出于行为本能，留下的盗窃痕迹极为专业。这证明了你过去是个惯偷，是不是？第二，王胜利自称他来自于北部3省之一的普林省，10几岁便远走他乡，距今30年。你说谎了。如果王胜利真少年时就来南部，他的口音应该早就变了。可他没变，他虽然极力克制着自己，但偶尔还是会暴露。谁啊？王叔，是我。小南呐，咋的了？北部3省以安宁省口音最重。
也最容易识别。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应该是安宁人。第三，既然王胜利乡音难改，那么我认为在他成年后的很多年，他都待在家里，因此他正是在第一次杀人后才逃离的家乡。第四，王胜利身高167，身材瘦小，他杀害的若是一个成年男性，且自身没有暴露，那么难度更高，因此我倾向于他杀害的是一名女性。第五，人是有行为惯性的，王胜利在杀害张霞后，身旁就是张霞的尸体，他却能够从容地清理痕迹，伪造现场，甚至他还能想到把现场伪造成入室盗窃这一点。我认为王胜利在冲动杀人后能有如此高的执行力，与他过去经历过相似场景有关。别说了，别说了。第六，一个人在杀人后，往往都会东躲西藏一段时间，关注一下案情进展，然后找个地方安定下来。王胜利是10年前来滨城的，这是他最后躲藏地。这10年也说明了王胜利不是一个爱换地方居住的人，不然应该死定了。我认为他上次作案时间应该是在11年前到13年前之间。综上所述，时间11年前到13年前之间，地点安宁省，案件类型入室盗窃，被屋主发现后而怒而杀人，被害人大概为女性，因王胜利此前嚣张态度，声称5年以后破案，判断现场并未留下 DNA、指纹等直接性证据，所以他才会如此自信。姐，符合以上所有特征的案件找到了吗？目前有2个，如果排除 DNA 和指纹这些直接性线索的话，剩下1个。12年前，安宁省会凤阳市616灭门惨案，死者是一名成年女性与2名婴儿。都是他胡编乱造，都是他胡编乱造，都是他胡编乱造！你们没有证据，你们没有证据，真的没有吗？没有！王胜利，你要干什么？给我走！走！你们走！走！老实点！不是我，不是我，我跟那个案子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没有证据，那你在害怕什么？确实应该没有 DNA 指纹的证据，但只是没有什么直接性的证据。你搬来10年，惶惶不可终日，你到底在怕什么？是有证据的，对吧？一起凶杀案至少要调查半年以上，所有线索全断，无法继续追查，才会暂时搁置。期间会有成百上千人被调查，庞大的调查信息里会有很多佐证，很多间接证据。只是因为你当初是随机作案，你从未被列为嫌疑人，也没有在你身上核对，所以才让你暂时逃脱了法网。而现在，我们已将你与616案联系到一起，你逃不掉的。署长，我提议联系凤阳警方，把616案的全部档案调出来，并请凤阳警方派遣当年参与过此案调查的老刑警来本市协助办理此案。我同意，报告可以回来再补。你现在马上联系凤阳警方。是。赵叔，等一下，算上那边整理资料的时间，最晚后天到，满打满算3天时间。无论你交代与否，616案必破，你何必死扛着？大家都很累，不如简单点。我现在只需要你回答我，616案是你做的吧？
616案是你做的吧？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不交代？616案要是与你无关，刚刚激动什么？说话！王胜利，你再负隅顽抗，没有任何意义。你是不服我吗？因为我才9岁就抓到你，实际上这次没有我，你也会被警方抓到。你杀张霞可不是随机作案，就算没有我，警方只需要多几天时间，也会查到你与张霞的关系。是的，这种死硬分子交给我吧，我保证今晚就让他开口。我可以保证，在凤阳警方抵达前，让他交代所有的犯罪事实，可以直接结案。我都审差不多了，哪轮到你啊？退1万步来说，也该是我姐来审。什么叫审的差不多？他并没有交代所有的犯罪事实，而且也没有直接的证据。等凤阳警方来了，补充了证据链，也都是间接证据。宁口供送审非常麻烦，也许还会拖得更久。署长，对付这种死硬分子，必须要攻破他们的心理防线。你姐才从警几年呀？她审得明白吗？那照你这么说，那我才9岁，我审得明白吗？你要是真有本事，你就让他开口，否则不要影响我们办案。好，姐，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办法让他开口，对吧？啊，我。我才9岁，警署里的功劳也不可能给我，报纸上都不能写我是吧？现在你知道叹气了？我哪儿叹气了？那个王胜利，我可以告诉你，是交易。对，交易。我可以和你做个交易，如果你承认616惨案是你做的，并且详细供述当时的犯罪过程，我们查了属实，我就可以告诉你，张霞被害那天为什么不接你电话，她到底去干了什么，张霞是否有其他男人，以及当天去做什么了。对，就这意思，我弟说的没错。其实这也不仅仅是交易，而是我非常想让你知道，干脆点儿，你承认作案，我告诉你答案，你交代犯罪过程，我可以给你看张霞的体检报告。你说的算吗？我同意。谢谢伯伯。我最后问你一遍，12年前发生于安宁凤阳的616案是你做的吗？这个案子，616案是你做的吧？是我做的。这案子是我做的，人全都是我杀的。我出去一下。你快告诉我，你知道我为什么想让你知道吗？什么？我想让你知道你多该死。什么意思？在张霞被害的6天前，她突发身体不适，并去了医院，在医生的建议下做了穿刺活检。案发当天，张霞再次前往医院复诊，并拿了活检报告，她得了肝癌。张霞并没有你所认为的其他男人。根据张霞与闺蜜的聊天记录，张霞在得知自己生病后，第一时间是想到女儿学费，然后
才是自己治病。他知道你这10年生活低调，有一些积蓄，但他却从未想过让你出钱。他确实是想跟你分手，但他是不想拖累你，而你却杀了他。你真该死！这是张霞的体检报告，如果你还有兴趣的话，可以给你看。先老实交代犯罪过程吧。你等等！吴局长，你让他们进来枪毙我吧！人都是我杀的，你让他们枪毙我吧！我他妈该死！我他妈该死！我该死！你老实交代案情，你交代的作案过程必须要跟案件细节对得上，这才是你要做的。法律自然会惩罚你，真是神经病。小南是吧？吴南。楚阔海，楚伯伯好。哎，好，真是神童啊！哪里有什么神童，还不是我姐教的好，离不开我姐对我的耳濡目染。我明白，也是啊，你才9岁，不管是面对上边，还是面对大众，你都不适合出现在凶杀案的报告里边。既然你代表你姐侦破此案，那这2个案子的首功自然是她的了。放心。楚伯伯，那有奖金吗？我想换台电脑。有，731案能够迅速侦破，书里自然会有嘉奖。另外啊，616案既然当年没有侦破，肯定要向社会征集线索的，应该有几万块奖金。署长，案子不是小吴破的呀，他本身就是靠着走后门的关系才被调入总队的，他能力不足，如果这次把首功给他，难以负重啊，还会引起更多的非议。有病就去看，没事老嚼舌根干什么？小鬼，你骂谁呢？我没骂人啊。你刚才说谁有病？你呀，嘴唇发紫，口呼吸，筒状胸，偶尔咳嗽。我真心建议你去医院看病，病得不轻，再晚说不定就来不及了。你这孩子到底还有没有教养？到底谁没教养？说谁走后门呢？你一把年纪了，还妒贤技能，争功夺利的。你什么你？我姐今年27，5年前从东南警校毕业，2年特警，拿过2次东南警界女子格斗冠军，1次射击冠军。之后，我姐转去基层，从民警做起，也是冲在了第一线。3年前梅河区闹市劫持案，是我姐与人质交换，最终制服歹徒，差点被抹了脖子。前年那场爆炸案，要不是我姐枪法够准，用手枪打中了120米外的目标，说不定还要炸死多少人。去年联合行动追捕逃犯，我姐身中2刀都能制服逃犯，在家足足躺了3个月才养好。在那几个月前，是，我承认，我爸妈6年前因公殉职，我姐在晋升过程中确实受到了一点照顾，包括去年调入总队，继承了父亲的警号。但我敢说，我姐没有走后门，她每一步都走得堂堂正正。她是一个优秀的刑警，容不得你来抹黑。舅舅提过很多次，想把我姐调到他那边去，待遇肯定比这里好。但我姐不同意，按照我姐的话说，这里是我爸妈守护过的城市，她要继承爸妈的志愿，继续守护这里。
你说的好像就跟谁没负过伤似的啊！在这里的老刑警有一个算一个，谁没有在一线拼命，谁没负过伤？哎，行了行了，这是负伤的事吗？我姐破格提拔，不是立功就是拼命。你说谁走后门？那行，现在领导不是在吗？你说是谁给我姐开的后门？我也是听手里都这么说的。哎，行了，你跟个孩子呛什么？嘉奖的事儿就这么定了。小吴辛苦了。追凶极恶，行尽使命，不辛苦。小南，姐，你回来啦？好困啊。姐，刑警不是忙的时候忙死，闲的时候特别闲吗？这才破了大案，你就休息一天，又开始没日没夜的忙啊。唉，清理积案专项行动，所有人都在加班。哎，不行了，我要睡觉了，乖啊。姐，你醒了？是啊，你说谁家弟弟这么聪明，还会破案啊？这算什么？这么简单的案子，非要本神童给你推理一番。说你胖，你还喘上了是吧？本来就是嘛，这么简单的案子，我分分钟破解。哎，你又是没日没夜的忙。你这是薯片吃多了中毒了吧？行，你要这么聪明，我考考你啊。来，分分钟把这个案子给我破了，给我看看。去年12月份的案子，大半年了，好家伙，档案这么厚，还没查出来。死者宋东，男，51岁，食品厂老板，与妻子离异多年，有2个已经结婚的女儿。去年12月13日晚10点左右，工厂保安周路在巡视时，门怎么没关啊？发现老板宋东死于总经理办公室，而后报警，警察随后赶到现场。经法医现场勘查，宋东是坐在椅子上，被人从后面用塑料绳勒住脖颈，窒息而死。死亡时间约是晚上9点10分左右，窗户没有撬锁痕迹，也并未上锁。初步推断，凶手翻窗潜入办公室行凶。警方在现场发现了10多人的脚印，43码登山鞋印，被认为来自凶手。经调查，当天宋东是下午4点回到工厂，6点在食堂吃的晚饭，约6点半回到了办公室，之后再也没出来，直至被保安发现尸体。保安发现前，最后进入了案发现场，是采购部负责人康婷婷，向宋东汇报过期面粉退货情况。来，案发后半个月，我们根据上百份口供，最终确定了这3个嫌疑人。前员工李泰个人原因离职后被扣了1个月的工资，曾多次来工厂讨说法。案发前3天，李泰讨薪时被打。面粉厂老板冯群因过期面粉退货事宜与宋东发生纠纷。财务付娇娇原本是普通员工，因成为宋东姘头，一跃成为工厂财务主管。案发前曾多次挪用公司公款，并因此与宋东发生争执，被宋东殴打。此时工厂人尽皆知。特别是这个付娇娇，宋东死后，他还参与了财产争夺战，而且他说他跟宋东是事实夫妻，在调查的第2个月就把他列为了头号嫌疑人。虽然他有不在场证明，而且以他的体力不可能杀人，
但也不排除有雇凶杀人的可能。可是我们警方在随后的调查里，没有任何结果。姐，你们所列的这3个嫌疑人，可能调查的方向全错了。你有什么发现？还没有。没有？你说个屁呀！也不是说没有。唉，案子已经过去大半年了，很多线索都已经被破坏，或者是被凶手隐匿。不过，仅从你带回来的这份档案来看，我有10几个怀疑对象。10几个？对，站在凶手的角度，考虑到人性，因为利益，因为感情，因为仇恨，熟人作案，预谋杀害。宋东的人际关系太复杂，有很多人被值得怀疑。果然啊。什么？我就不应该给你看卷宗。为什么？小南，你现在虽然是我们警署的名人，大家都说你很聪明，善于推理，可是你毕竟才9岁，没有系统性的学过刑侦。事实上，你能想到的，我们全都调查过，几10个怀疑对象，我们才筛出了这3个嫌疑人。上百号人的专案组，足足查了3、4个月。而且时代不同了，正如你所说，713案，如果再给我们多一点时间，我们肯定能调查清楚王胜利跟张霞的关系。12年前的616灭门惨案，虽然是随机作案，但是入室，在现在这个时代，以现在的公共监控密度还有侦破技术，凶手不可能逃得掉。姐，你为了打击你弟弟，还真是煞费苦心啊。小南，我真的没有打击你，你真的很聪明。我也希望你考上警校，成为一名刑警。毕竟，咱妈的警号还等着你继承呢。好啦，档案你也看到了，你也没有列出个直接嫌疑人，证明你这一套刑侦推理是破不了案的。而且你才9岁，我也不可能带着你东奔西跑走访调查吧。而且这个案子没有新的线索，根本不可能重启调查。要不是因为这次新案行动，我觉得我们应该试试。姐，你带我去警署吧。你要干嘛？你这里档案不全，最重要的工厂监控只有一些截图照片。只要你给我利用你们警队的资源，我说不定，不，我保证3天我给你找到凶手。3天？你刚刚跟我说分分钟，我们上百号人的专案组查了那么久都没查出来，你3天就想破案，牛皮吹上天了吧？哎呀，分分钟只是形容词，只要你给我更全面的案件信息，3天破案绰绰有余。姐，我知道这违反纪律，要不你跟赵叔说说，通融通融。要不你先把监控硬盘拿回来，先让我看看。小南，你说偶尔去警署帮我们参与调查办案，没有人说什么，可是如果是去参与案件的长期侦办，对谁都说不过去。跟赵队说，他可能同意让你去，可是破不了案，我们从上到下多少人要受处分？哎，孙队，你过来了。小南在家吧？我来看看我们的小英雄。哦，在，进来吧。孙队，有什么事儿现在过来啊？小南，还生叔叔气呢，叔叔跟你道歉好不好？这次能破案，多亏了你，你是我们的小英雄啊！小南，孙叔叔都跟你道歉了，你就别闹脾气了。孙队，不好意思啊，小南被我惯坏了，我也管不住他。完事完事啊！道歉一点诚意都没有。啊，你说
咱俩打的那个赌啊？不至于，我怕折寿。那是什么？哦，我知道了。听你说，等奖金下来，你想买个电脑是吧？这样，你想要什么，叔叔给你买，好不好？哎，我们家里虽然不富裕，买电脑还是买得起的。小南，你别太过分了。没事没事。那小南，那你想要什么呀？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叔叔啊，保证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我想去警署。去警署？干什么？破案。破案？1213案。这个案子难啊。这个案子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复杂。或许此刻我心里的头号嫌疑人就是真正的凶手。给我3天，让我用警队资源，一定能破案。3天？对，就3天。这个案子100%是熟人作案，不存在随机作案的可能，我一定查得到。行，走，咱们现在就去队里。不是，孙队，小南他……放心，老赵那边我来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怕我们都会受到处分。小吴，我们刑警的第一使命是保护公民，打击犯罪，破案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在以往的案件侦破中，我们也曾接受社会有能力人士的帮助。在前几年毒虫案中，如果不是曼河大学的生物学教授帮助，我们也不可能破案。小南虽然才9岁，但他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就这么决定了，快走吧，出了事儿我扛着。孙叔有魄力。哼，你小子肯叫我叔了是吧？小南，这是目前所有的侦办档案，你看还需要什么？我需要宋东更为详细的家庭资料，包括他的前妻、2个女儿、父母、2个兄弟、侄辈、亲属，最好有照片。另外，我还需要知道宋东死亡后，他的遗产都被谁继承了，包括工厂、房产、现金资金去向、银行流水等等。孙叔，咋啦？小南，你现在开始指挥补充侦查了，你是不是真的发现什么了？一些吧，说了你也不信。行，小张、小陈，过来一下，补充侦查任务。小南，你发现了什么？先告诉你姐呗。我乱猜的，不一定对，需要验证。你什么都不知道，就敢指挥这个指挥那个的，这里可是警署，是不你孙叔给你点好脸，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哎呀，不要说的那么难听嘛，放心，我绝对不会让孙叔挨处分的。小南，这30倍播放卡得跟 PPT 一样，你这看什么呢？看人呢。人？这个食品厂可是有200来个员工，每天人来人往的，光厂区监控就有12个，你这30倍快进，能看出什么呀？首先，这12个都是广角监控，覆盖范围极大。按照正常人的步行速度，出现在监控里后，半分钟内走不出去，所以我不会错过每一个出现在监控里的任何人。其次，我是神童嘛，我都记得住。哼，哈哈。可是这个案子，我们派了3个人，将案发前7天的所有监控完完整整的看了一遍，并没有发现嫌犯的任何线索。我找到了。啊，你找到什么了？这案发前2天，午休时间到处都是人。小南，你看出什么了？老钱，有事吗？出来说。孙妈，你怎么回事？怎么又让他来队里，还指挥上了啊？老钱，你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你这是在胡闹！你喊什么？这事我跟老赵说过了。哎，
你少拿队长来压我啊！我告诉你，孙猛，你行啊你居然敢无视纪律！老钱，我知道713案没让你们二组参与，你气不顺。别说没用的，我在说的是纪律。你这是胡搞乱搞，你这是在犯错，懂吗？行了，老钱，咱俩是平级，还轮不到你来跟我谈纪律。哎，你，孙猛，行啊，你给我等着！孙队，要不我们还是……没事，你们忙你们的，破案要紧。署长，国刚，什么事这么着急啊？我听小王说你来了一上午了。署长，我要举报孙猛和赵成龙以权谋私，简直是胡搞乱搞。国刚，小点声，注意影响，慢慢说。署长，现在重启1213案的调查，孙猛不知道出去走访找线索，反而又把吴新言那个弟弟找来了。现在整个专案一组被一个孩子指挥的团团转，这难道不是乱搞吗？吴楠？对，就是他。现在整个警局都把他传得神乎其神，说713案是他一个人办的，把所有一线干警的功劳全抹杀了。署长，我记得您上次在会议上一再强调纪律，可孙猛完全无视您的话，已经开始乱搞。我看他为了功劳都快失心疯了。哎，行了，国刚，你也不用这么激动，你先去吧。这件事儿啊，我会处理的。哎，去吧。是。推理到这一步，我几乎可以确认凶手就是他，因为他在作案前做了充足的准备，所以还需要更多的补充侦查，完善证据链，尤其是他伪造不在场证明的证据，必须查清楚。从逻辑上来讲，他作案的可能性有80%。真的神了啊！喂，署长，我这正要……马上到办公室来。是。老郑，你这不是瞎胡闹吗？署长，气大伤身，是不是那个钱国刚来过了？你怎么这么糊涂啊？这老杨眼看着马上就要退了，你该来当这个副署长了。你这个时候，你怎么还这么胡闹啊？就孙猛那个脾气，跟火药桶似的，你怎么也跟着一起？不是，署长，其实……什么不是啊？你让一个9岁的孩子来指挥你们，这传出去什么影响啊？这事如果要传到视听里，你什么责任？我认为我们做刑警的，一切以破案、为被害人讨回公道为目的。至于方法……行，破案。你说的轻松，1213案，当时我们查了多久？派了多少警力？排查了多少人？结果呢？线索全断了。这不是靠简单的推理就能够破的案。我承认，吴楠他确实擅长推理，但他没学过刑侦呐。我劝你啊，不要异想天开。他是个好苗子，但他不是神仙。署长，他只要能破案……哎，停！署长，我实话跟您说了吧，其实1213案，吴楠已经发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新线索，基本上可以敲定犯罪嫌疑人了。只不过还要做一些补充的侦查，因为推理的因素比较多，实质性的证据还有所缺乏。你有多少把握？吴楠认为有9成，我认为5成。署长，其实我想，关于这个案子，它有一定的特殊。老赵，我再劝你一句，这件事无异于赌上你的仕途。如果案子破了，你就是副署长；如果案子没破，这么乱搞，你知道后果，你要考虑清楚啊。
署长，我明白，我都考虑清楚了。破案要紧。行，去吧，有问题及时向我汇报。是。听说了吗？那个1213案没有新线索，还要限期破案，拿什么破呀？我需要嫌疑人案发后到现在的资产变化，我还需要他的通讯记录、各大软件聊天记录，以及嫌疑人更加详细的背景资料、人际关系，主要是他弟弟的资料，全部都要。可以确定他伪造了不在场证明。抓人吧。好，开始行动。小王，你去联系曼和警方，把所有的资料准备好。老孙啊，监听设备一定带上。 OK。等一下，署长的电话。喂，署长。有人向市厅举报，说你们无组织无纪律，听了一个9岁孩子指挥，胡乱办案。刚才市长亲自给我打了电话，让你们马上停止对此案的侦查。市厅检查组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可是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没什么可是，等市厅检查组过来，你们准备交代情况吧。老赵，怎么了？有人匿名举报，市厅打来电话，让我们停止一切办案行动。检查组这就下来。谁举报的？这不是添乱吗？赵叔，检查组什么时候到？一会儿吧，中午之前就能到。那还来得及，我们准备一下，我来处理检查组。你？老楚啊，你说说你是怎么搞的呀？啊，咱们市今年工作的重点就在刑侦方面，你到底……何市长，其实这件事，也不是。来，咱们进去说吧。你看看这干什么呢？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赵成龙呢？你马上去把他给我叫过来。是，我马上把他叫过来，向您汇报。您先，请。起立！起立！市长好。好，大家好啊，都请坐啊。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等一下。来，您这是搞什么呀？啊，给我下马威啊！不是啊，何市长，我实话实说了，这个案件有新进展。那个小孩他破了713案，是有能力的。其实不是赵成龙糊涂啊，而且他9岁，他闹啊，我也拿他没有办法。而且案子如果破了，是吧？胡闹，简直就是胡闹！何市长，警员们都等着呢。您看，您来都来了，要不您先……老赵，你出来一下。是。市长，小赵，你是怎么回事啊？你市长，其实1213案我们已经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可以马上向您汇报。都坐吧。立军略重了。就他。还吃啊？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还有伯伯，你们好，我叫吴楠。下面就由我来分析，针对1213凶杀案的分析推理过程以及结果，开始吧。
从这一点，大家请看，这是1213案，死者宋东的人脉关系。被害人宋东，男，51岁，郊区新力食品厂老板。去年12月13日被人勒死在自己的办公室，后有保安发现其尸体。根据警方的前期调查，已经排除了数10名嫌疑人以及3名重点嫌疑人。因此，我重新分析了宋东的人脉关系、家庭情况。从我们最初的掌握情况来看，宋东的死亡无非是仇杀、情杀，或者是因为钱。熟人作案的可能性高达90%以上，但不排除雇凶杀人的可能性。有道理啊，说的有道理，说的有道理。但对我个人，再结合实际情况，宋东的死必然是熟人作案，并无雇凶杀人的可能。因此，我将侦查重点放在……小朋友，打断你一下啊。您说，1213案件是去年年末的头号重案，我也看过卷宗。据我所知啊，被害人宋东，他是本市知名的企业家，他的社会关系极为复杂。被害之前，他有多重官司在身。那我要问你了，你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或者是线索，直接将雇凶杀人的可能性给排除了呢？凶手作案的方式很复杂。复杂吗？很复杂。请你详细说说。我之后会说到，请您不要打断我的汇报流程。吴楠，这位是何市长，注意你的态度。坐下。你继续说。宋东因家暴等原因13年前离异，前妻冯冬梅带走了2个女儿。宋东与女儿的关系非常冷淡，直到4年前，前妻冯冬梅去世，宋东与女儿的联络渐多，关系逐渐缓和。在我初次看完卷宗时，我个人认为宋东的死是因为钱的可能性最大。首先要怀疑对象是财务主管傅娇娇，她是宋东的姘头，并在宋东死亡后参与了遗产争夺战。但我很快又排除对傅娇娇的怀疑，因为经过分析，我发现活着的宋东比死亡的宋东对傅娇娇的好处更大。事实也确实如此，傅娇娇还没嫁给宋东，打官司也没拿到任何遗产。因此，我转移了分析重心，将注意力放在了宋东的家庭上。他有2个关系不怎么好的女儿，看图，大女儿宋茜，女27岁，4年前结婚，丈夫苟洪涛。在宋东死亡前，2人定居于曼河市，开设了一家很有规模的连锁快餐店，育有1女，已经1岁。二女儿宋阳，女25岁，2年前结婚，丈夫张科。在宋东死亡前，夫妻2人也是定居于曼河市，都在外企上班，未生育。我记得刑侦上有一句名言，叫做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宋东的死跟他2个女儿有直接关系。其实我也怀疑其他人，并做了补充侦查，但那些已经不是重点，暂且不说。我就说我为什么怀疑他们。你这个假设不算大胆吧？宋东死亡后，他的遗产被2个女儿继承，他们成为了宋东死亡的直接受益人，所以在案发后的第一时间都被我们列为了重点怀疑对象。当然也包括他们2个人的丈夫。我当时也在专案组，我亲自带队去曼河进行了调查，他们确实都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据，所以很快嫌疑就被排除了。你能别打断我吗？那我继续说。第一，他们与宋东的关系不是很好，当年家暴离婚，可以说是他们的童年阴影。在前妻冯冬梅去世前，宋东几乎见不到女儿。第二，宋东可能会再婚，再婚的对象就是傅娇娇。宋东51岁，傅娇娇36岁，相差15岁。宋东身体不好，死亡前已经2鬓发白，若2人成婚，可以说是老夫少妻。根据之前的调查取证，傅娇娇与宋茜、宋阳在宋东死亡前3个月有过频繁的通话，而根据之前食品厂财务室员工的证词，傅娇娇曾在电话中与宋茜、宋阳发生过激烈争吵。宋茜、宋阳以及他们的丈夫还来过新力食品厂与傅娇娇发生冲突。为什么
是啊，确实是个为什么？因为钱。宋冬身体不好，他们怕傅娇娇嫁给宋冬，将来会拿到宋冬的所有财产，甚至他们知道自己与父亲关系不好，他怕宋冬在傅娇娇的蛊惑下提前立下遗嘱，将财产全部留给傅娇娇，所以他们将傅娇娇视为眼中钉。然而傅娇娇没有被害，死的却是宋冬。这部分先推理到这里，我们再来换个角度，请看，这是新力食品厂12个厂区监控，每一个监控都覆盖大量厂区范围，只在厂房后、办公楼后存在监控死角，所以我认为杀害宋冬的是熟人，才能对新力食品厂熟悉，所以才能在作案前后完全避开厂区监控。宋冬死亡时间是在夜里9点10分左右，凶手是从后窗翻入办公室，从后用绳子勒死了宋冬，又翻窗离开。那么疑问出现了，凶手是如何打开窗户的？这很重要。对呀，怎么打开的？对，当然可能就是宋冬忘了关窗户，但去年12月，冰城早已降温，全天气温维持在12度到17度之间。而警察接到报案，赶到现场时，空调制热是开着的。那么，也就是说，宋冬不应该开窗户。另外，宋冬办公室的窗户是平开式，并非横拉式。此类窗户还有气密胶条，在关闭时，如果不反锁锁好，窗户会弹开缝隙，很难关严。而在正常人使用的情况下来说，关窗户时一定会随手锁上。以上我有充足的理由判断，被害人宋冬在死亡前理应是在屋内吹着空调，而窗户属于内部上锁状态。而根据现场勘查，窗户已经打开状态，且并未破坏，这就很奇怪了。凶手既然是翻窗进，作案后又翻窗离开，那么凶手一开始是如何在外面打开窗户的？是啊，这个问题。是啊，咋进来的？凶手是这真的很重要。刚刚这位伯伯问我，为什么直接排除雇凶杀人案？凶手作案看似简单，实际上却做了许多准备。凶手需要潜入一个满是24小时的监控工厂，打开那一扇根本不可能打开的窗户，在作案后全身而退。从作案风险、从复杂性来说，这不符合一个被雇佣亡命徒的作案特征。如果真有一个这样被雇佣的傻子，站在便于谋杀的角度，我认为凶手一定会在工厂外蹲守，寻找夜黑风高制造车祸的时机。宋冬经常深夜独自开车回家，新力食品厂属于郊区，回程的路上需要经过一段没有任何监控的郊区土路，那才是最佳的动手地点。只要有一点小刮蹭，将宋冬骗下车，亦或者蹲守在宋冬小区的门口，等待最佳的时机。这些方法比本案作案的方式简单也安全得多。等等，小朋友，刚才你说的是有些道理，可是你要考虑的是，雇凶杀人，雇佣的如果不是外人，如果是食品厂的员工呢？我考虑过，新力食品厂直至案发时，在职员工共276人，男员工有107人，女员工169人，所有员工皆无案底。你觉得谋杀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吗？拿一笔钱，普通人就敢杀人？可是有些人……我知道，有些员工本就与被害人存在严重的矛盾，而根据现场调查，和离职员工在内，一共有7人跟宋冬存在严重矛盾。他们的名字分别是霍俊生、冯娟、苏广利、王二虎、魏坤、韩浩、李泰。而在案发前，霍俊生和冯娟夫妇早已去外省打工，被排除嫌疑。王二虎因工伤赔偿纠纷已经闹了小半年，但他右手残疾，无作案能力。苏广义、魏坤、韩浩皆有不在场证据，李泰拿不出不在场证据，也曾被列为重点嫌疑人。最后根据一段城区交通监控确认李泰当夜行踪，也被排除嫌疑。还有问题吗？没问题，那我们继续。还是刚刚那个问题，凶手是如何在外面打开窗户的？我认为凶手应该提前进了办公室，
提前将窗户打开，并将窗户掩好，伪造了窗户锁好的假象。宋东没发现这一点，之后凶手才能顺利进去。因此，我查看了宋东死亡前几天工厂的全部监控。原来问题出在这儿啊！这样听起来也挺合理的。工厂一共有12个厂区监控，6个厂房监控，4个办公楼监控。这是案发前2天，去年12月11日中午11点24分，办公楼东走廊的监控画面。这个人进入了宋东的办公室，不知做了什么，又从办公室离开。而这一天，根据监控显示，宋东上午根本就没在办公室，他是在下午3点多才到的。所以，这个人是趁宋东不在的时候，独自进入了宋东的办公室。他在干什么？我也不清楚。拿资料、整理文件、打扫卫生，不，都不是。以上那些情况我都已经筛掉了。在宋东不在的情况下进入其办公室，往往都是需要一个极为正当的理由。而这个人，我不觉得他有什么正当的理由，他就不是新力食品厂的员工。视频截图可能看不清楚，但经过特征对比，几乎可以确定，这个人就是宋东的大女婿苟洪涛。还真是啊！案发前2日中午，趁宋东不在的时候，苟洪涛进入其办公室，停留7分钟才离开。他去做了什么，我也不得而知。但我认为，他把办公室的后窗打开，利用东西将窗户掩好，为谋害宋东做了准备。确实是一种非常大胆的设想。很异想天开，对吧？我为什么要这么说？但是，小朋友，不好意思啊，我再打断你一下。您说，你的关于窗户的推理呀，有道理，不过呀，也只是推测而已，并没有任何的实证啊！尤其是对苟洪涛曾经进入办公室的这段分析啊，我觉得完全是主观臆断。根据我上次看过的报告啊，宋东和大女儿一家在最近的1年内来往极其频繁，而且其女婿苟洪涛也曾经多次去厂里头找过他的岳父宋东。你所发现的这一次啊，其实并非是第一次啊。那你看啊，我可不可以这样来推测啊？苟洪涛在案发前2日去找宋东，进到厂里之后，发现宋东没有在办公室，他就在办公室坐到沙发上等了一会儿，等过之后他才离开，这样也有道理，对吧？而你呢，直接认为他这么做是为谋杀在做准备，这样是不是过于草率啊？但是我刚刚说了，但是什么呀？确实，仅凭这段监控不足以证明什么。但是，12月11日中午11点24分，苟洪涛走出办公室。11点36分，苟洪涛进入公共食堂。11点51分，苟洪涛走出食堂，点了一支烟向北走。11点52分，苟洪涛从1号厂房北侧的监控下经过。11点56分、12点03分、12点09分、12点15分、12点36分、12点44分、12点48分，苟洪涛分别从1号厂房南、工厂南墙、西侧甬道转角，2号厂房工厂南墙、工厂西墙、2号厂房东厂东墙、办公楼向东北角的监控下经过。工厂一共有12个厂区监控，在短短的1个小时内，全部拍到了苟洪涛的身影。这说明什么？他在干什么？说明他今天进入办公室后不知道做了什么，先去食堂吃了饭，而后趁着中午人多，厂区各处都是人的时候，混在人群里，以最不起眼的方式抽着烟，假装打着电话，走走停停，围着工厂转了完整一圈，仔细观察工厂地形，更重要的是观察了监控。苟洪涛认为，只要趁着中午人多，三三两两抽烟闲聊，他混在人群中，就算被监控拍了下来，每个监控画面里的人都不一样，也没人会发现他。正常情况下确实如此。前期调查中没人发现这个，但我发现了，并将信息串联到了一起。而我所截取的这些，都是苟洪涛不仅从监控下经过，还在观察监控。这不是正常人该有的举动。
就算有人注意到1次2次也就算了，没有人会全都看一遍，而苟洪涛全都看了。最后12点53分，苟洪涛进入门卫监控室，停留了6分钟离开。他更加直接的去了监控室，只是装出一副路过进去闲聊的样子。我认为他是进去观察了监控的真实拍摄范围，所以他心里在想什么，他的计划是什么。推到这一步，我几乎可以确定苟洪涛与宋冬的死脱不了关系，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宋冬死亡前几日内唯一一个观察过工厂地形以及监控拍摄区域的人，唯一一个。实际上，早在我来警署的第1天，我最先看的就是监控，而当天苟洪涛就是我心里的头号嫌疑人。之后几天的补充侦查，少数是为了排除偶然性，绝大多数都是为了针对他。我能不能打断一下？我刚刚又重新看了案发后最初的调查资料，以及苟洪涛的口供。他的笔录中写得很清楚，在12月11日，他确实去过工厂。当晚，他又乘坐动车回到了曼河市。案发当天，他从曼河乘飞机飞往京都。被害人宋冬死亡时，苟洪涛正在飞机上。之后，我们也经过调查，确认苟洪涛确实登机了。刚刚你说不可能是雇佣杀人，可是苟洪涛又被定为了重点嫌疑对象，可苟洪涛又有不在场的铁证，他不可能是凶手。关于这一点，你怎么解释？你说的正是之后我想说的。苟洪涛确实有不在场的证据，我之后会说，请你不要急，请你不要再打断我。苟洪涛被我确立为重点嫌疑人之后，补充侦查，我找到了大女儿宋茜以及其丈夫苟洪涛1年的通话记录、身份证使用情况、银行卡信息、财富变动情况等。我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宋冬死后发生了遗产纠纷，傅娇娇参与遗产争夺战，最后败诉。之后，宋冬的食品厂被估值为4000万，转让到了宋冬2女儿的名下。而大女儿宋茜得到了宋冬在各地的5套房产、3辆车，全部现金以及一些其他财产。宋冬有2套房产皆在首府京都，售价极为昂贵，5套房产总价近3000万，可以说是宋冬的2个女儿平分了宋冬的全部遗产。而在今年4月初、4月末、5月初、6月中，宋茜分别向同一账户打款500万、600万、500万、200万，合计打款1800万。而这转账账户持有人名为苟洪波。苟洪波，苟洪波，苟洪涛，这个名字从未出现在原本的调查档案中，但他是谁，大家应该很好判断。苟洪波，苟洪涛，他就是苟洪涛小1岁的亲弟弟。而这个名字之所以没有出现在原本的调查档案里，一来，苟洪波与死者宋冬没有直接关系，2人没有任何私交，私下里没有往来，直接查本就查不到；二来，是有人认为苟洪涛的不在场证明是铁证，因此早早断了这条线的追查，自然不会查到其家庭更多情况。铁证，很奇怪。宋茜为什么要在警方停止调查后，也就是今年的4月，频繁向自己丈夫的弟弟打款，前后足足打了1800万之多？为什么？若是因为有钱，夫妻感情好，宋茜得到的遗产，苟洪涛也能做主。苟洪涛照顾弟弟，给了弟弟钱，但谁会给这么多次？前后已经给了1800多万，谁会这么大方？我觉得这很有问题。的确是。当然，这只是我的主观推断，并不能说明什么。金钱来往会有很多种，在这里我们暂且不说。我们再来说苟洪涛，他是我心中的头号嫌疑人。他在案发前的种种举动太反常了，我们就先假设他就是杀害宋冬的凶手。那么出现一个核心问题：
苟洪涛的作案动机是什么？这上来动机是什么呀？凶杀案，最重要的就是杀人动机，这是一切前提的开始。苟洪涛，男，30岁，曼河本地人，是个拆二代。22岁大学毕业后，曾换过多份工作。24时认识了现任妻子宋茜。4年前，26岁的苟洪涛与宋茜结婚，两人共同经营快餐店。去年的4月，宋茜为苟洪涛生下一个女儿。值得一提的是，被害人宋东却没有参加女儿的婚礼，他没有收到邀请。直至前妻冯冬梅去世后，宋东听说主动联络了女儿，双方关系才逐渐缓和。苟洪涛的作案动机是什么？如果是怕付娇娇强夺财产，死的也应该是付娇娇，而不是宋东。而且之前也提到了，宋东身体不好，何必铤而走险，谋杀一个活不了几年的人，就是为了等几年本就能拿到的财产，这是很不合算的。所以苟洪涛的作案动机是什么？这一点明明在早期调查中就应该发现，可是因为某人认为苟洪涛的不在场证明是铁证，所以直接收队，不再追查这一条线，以至于错过了。不过所幸我们在补充侦查时有所发现。汉堡店，真是汉堡跟这有什么关系？你怎么看这个结论？证据链的确很齐全。可是这也太牵强。在我来到警署的第2天，孙叔便带人去了曼河进行秘密走访调查，直到昨天下午才回来。他为我找到了答案。6年前，苟洪涛开了一家名为汉乐堡炸鸡快餐的快餐店。同年认识了宋茜，2年后两人结婚，一起经营这个快餐店。3年前，快餐店开展连锁经营，直至2年前，快餐店扩大到5家店经营。但在那之后，汉乐堡炸鸡快餐由盛转衰。去年1月到去年12月，苟洪涛的汉乐堡炸鸡先后关闭2家门店，4月又关闭1家，直至案发前，汉乐堡炸鸡快餐只剩下2家还在营业，一家由苟洪涛、宋茜夫妻经营，一家由苟洪涛的弟弟苟洪波代理经营，但全都在赔钱。去年1月到去年11月，苟洪涛夫妇的财产急剧缩水，2家店的店租、快餐材料成本、水电、人工开支等等，每月高达14万，其中店租就要有7万。苟洪涛与宋茜入不敷出，而两人的负债高峰是在去年的6月，高达57万。去年6月，宋茜收到一笔打款60万，这笔打款正是宋茜的父亲，本案死者宋东。父亲帮女儿，理所当然，这笔钱暂时解决了宋茜和苟洪涛的财政危机。但还清欠款后，两人手里依旧没多少钱，甚至连一家店1个月的租金都付不起。去年7月末，宋东再次给宋茜打款20万。去年8月末，宋东又一次给宋茜打款20万。3次打款，合计打款100万。但在那之后，宋东再没给过宋茜钱，他很显然不想为女婿填那个救不活的无底洞。去年11月末，苟洪涛2家店先后停业，房东封店，并扣留所有的桌椅摆设、厨房设备，并追讨房租。12月13日，宋东被杀。我认为，假如杀死宋东的是他的女婿苟洪涛，那么苟洪涛的作案动机就是因为钱。苟洪涛的事业处于崩溃边缘，他需要大量的现金来拯救。去年5月份，女儿的诞生加大了家庭的负担。在曼河市这种大城市，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非常高。还有，看这里，这是一份来自于宋东姘头食品厂财务主管付娇娇的笔录，付娇娇可以证实，去年8月份，宋茜、苟洪涛夫妇曾来到了新力食品厂，因为钱的问题与宋东大吵一架。
宋茜甚至还断绝父女关系，并以不让宋东看望自己的外孙女为威胁，希望能从宋东手中得到一些资金支持。同时，傅娇娇也交代，因为这件事，她也曾与宋东发生过激烈争吵。她对宋东入股汉乐宝炸鸡的事持反对态度。是的，傅娇娇不了解宋茜、苟洪涛的财务状况，甚至以为夫妇俩是冲着自己来的，让宋东对汉乐宝炸鸡店入股，扩大经营，不过是借口，是为了转移宋东的财产，防着自己罢了。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宋东、傅娇娇、宋茜、苟洪涛夫妇三方曾发生过激烈的争吵，核心问题只有一个：钱。综上所述，宋茜与苟洪涛夫妇有足够的动机来谋害宋东，他们需要马上得到宋东的所有财产来拯救自己的人生，甚至整个计划的制定者不是苟洪涛，而是宋茜。宋茜与宋东本就没什么感情，若说有，也是恨。宋东在他幼年时给他留下了难以抚去的阴影，还因为傅娇娇的存在，很难从宋东手上得到钱。多重因素作用下，才有了这次凶杀案。这是一件惨绝人寰、有违人伦、性质极其恶劣的弑父案。当然，以上皆是基于目前线索的推理结果，但我认为这就是真相。宋茜与苟洪涛本就是幕后元凶，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疑问。你一直在回避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明知故问。都说了，苟洪涛具有不在场的铁证，案发时他正在飞机上，他怎么杀人？分神吗？不具备雇凶杀人的可能，也是你说的，让你解释，你倒是解释啊！哎，我说老钱，你什么意思？你能不能让小南把话说完？你老打断他，你要干什么？你什么意思？谁家案件进展汇报不让提问了啊？有问题不让提了？哼！何况这小子刚才的推理出现了这么大的漏洞。他前面说的热闹，嫌疑人有不在场的证明，他不解释，这一点破不了，一切推理都不成立。老赵，我说你也是老刑警，就这还护着他？他9岁，你也9岁吗？他说了不解释了，不是说让你等等吗？你着什么急呀？哦，就是因为宋茜夫妇的案子是你说不要继续查了，现在查出问题来了，你不服气是吧？行，这里没有人怪你，不是你业务能力不强，只是怪犯罪嫌疑人太狡猾，行了吧？啊，你有种你再说。行了，老赵、国刚，开会呢，你们俩吵什么呢？都给我坐下。嗨，办案压力太大，他们也是为了破案。嗨，小朋友，你继续吧。刚才我提出了一个疑问，宋茜与苟洪涛就是凶手，可两人都有充足的不在场证据，那么是谁动手杀了宋东？谁啊？你们不用猜了，由于某人心急，我也就不卖关子了。我所确认的凶手，或者说直接作案人，就是苟洪涛，没有其他人。这样前后就串起来了吧？哎，他不是有不在场证明吗？他怎么杀？其实最开始推理到这里，我也很疑惑，明明线索都指向了苟洪涛，可是苟洪涛在案发时都已经登机了，他不可能作案。那么是谁杀了他？如此反常的问题，会是我推断错了？不，我没错。你认识这个人吗？苟洪涛。错，他是苟洪波。这是苟洪波在户籍系统内的登记照片。其实我最先看到的不是这一张，
而是我来警署的第1天，在网络上寻找一些可以用到的线索时发现的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来自于宋茜的社交网络，这是她与苟洪涛结婚当天的照片。注意，右侧3个伴郎中，中间那个人，我们可以将人剪裁出来做进一步对比。像吧，苟洪涛、苟洪波并非孪生，苟洪涛要大1岁，可这对亲兄弟的容貌极其相似。我当时就有怀疑，案发当天登上飞机的真的是苟洪涛吗？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现实里真的会有人利用替身的方式来制造不在场证明而实施谋杀吗？就像电影中一样离奇，制造不在场证明的类型很多，何必搞得如此复杂？但是当所有人的线索和疑点都指向苟洪涛时，哪怕情况再离奇，都有可能是真相。而且我很快就想通了，苟洪涛为什么如此安排？那1800万很有可能是苟洪波想借谋杀之势对苟洪涛夫妇进行了敲诈。弟弟什么德行，这种潜在风险苟洪涛不可能没想过，但他依旧如此安排。为什么？因为苟洪涛要故意制造不在场的铁证。不在场证明的类型有很多种，但实际上绝大多数案件中的绝大多数嫌疑人，他们的不在场证明都是同一种类型，也就是人证。包括本案，案发是9点10分，已经排除了数10名嫌疑人，他们所提供的不在场证明多是同一种，也就是人证。配偶作证、男女朋友作证、朋友作证、舍友作证等等。对苟洪涛来讲，他大可以让宋茜给他作证，夫妻俩当时在一起做什么，最简单、直接有效，不会有第3人知道谋杀计划，更安全。还真是啊，只有夫妻之间还是有这样。苟洪涛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因为人是会说谎的。尤其是夫妻关系，做不在场证明，在刑侦调查中效力偏弱。而结合本案案情，宋东死后，宋茜、苟洪涛夫妇是受益人之一，拿到了宋东的所有财产。如果只是这种不在场证明，警方绝对不会停止对2人的调查。而只要更深入对夫妻2人调查，就会发现2人糟糕的财产状况，急需一笔钱来拯救。而在那时，宋茜与苟洪涛2人刚好就拿到了财产。我认为苟洪涛一定是想到了这些，而很多问题是难以掩盖的，所以他计划制造不在场证明的铁证，目的就是让警方早早停止对他们夫妻2人的调查。事实确实如苟洪涛预估的那样发生了。专案组曾去曼河对夫妻2人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案发时宋茜在家里照顾女儿，有保姆作证，而苟洪涛则在曼河飞京都的飞机上。专案组拿到了苟洪涛的登机记录与安检影像，至此终止了对夫妻2人的调查。这就是苟洪涛想要的结果。当然，以上种种也是我的大胆推测，还需要小心求证，需要找到2兄弟苟洪涛与苟洪波身份互换的证据。你找到了？我找到了。苟洪涛被我列为头号嫌疑人后，我们对近1年的通话记录、银行账单、身份证使用情况等进行了全面调查。我们还向通讯运营商申请苟洪波案发前后的手机定位信息，就是这份。以目前整个东南所用的通讯技术，还无法对每个用户进行实时精确定位，但早可以做到区域性定位。比如说，当有人来到槟城时，手机信号会被基站捕获，从而收到一条槟城欢迎你的短信。而这份文件足以证明
在去年的12月13日，案发当天以及次日，苟洪涛手机信号出现在槟城，直到案发第2天下午，才又在曼河出现。而这份文件足以证明，苟洪波的手机定位于去年的12月13日22点18分，手机信号出现在京都，而这个时间本该是苟洪涛抵达京都下飞机、手机开机的时间。还有，这是苟洪波的身份证，于案发当日在槟城开房记录。因为时间已经过去大半年，我们在补充侦查时并没有拿到酒店监控记录，早就覆盖掉了，但似乎也不重要了。根据以上线索，我们可以得知，案发当夜，哥哥苟洪涛坐飞机抵达京都，而手机信号却出现在了槟城，而弟弟苟洪波在槟城开的酒店，手机信号却出现在了京都，这对吗？总不可能两人手机同时被偷，又刚好互换城市了吧？很显然，两人互换了身份证，这是最合理的解释。苟洪波持有苟洪涛的身份证，从曼河登机飞往京都，而苟洪涛持有苟洪波的身份证，在槟城落脚，伺机行凶。最后，这是案发现场唯一一个能够指向凶手的线索，位于被害人办公以后43码的登山靴鞋印。43码是常见，但恰好苟洪涛就是43码。综上所述，苟洪涛有足够的动机，观察过作案地形，不在场证明明显伪造，其体貌特征也符合现场的采集证据，他就是本案的凶手。抓他吧！小小天才，小小神头，厉害呀！好啊！厉害呀！精彩！说得好啊！哦，对了，苟洪涛毕业于名牌大学，性格坚毅，事业心强，敢想敢干，而本案直接证据不多，审讯他的难度恐怕会很高。我建议将审讯重点放在不学无术的苟洪波身上。你们凭什么抓我呀？我犯了什么罪？凭什么抓我呀？苟洪波，你哥苟洪涛可是都招了，你还想扛到什么时候？招了？招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他跟我们说呀，你杀了他的岳父宋东，并且在事后瓜分了1800万，他可交代得清清楚楚，你还想抵赖吗？啥？我杀的？不是你还能是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否则……不是我呀！人是我哥杀的，是苟洪涛杀的。怎么可能呢？他当时是在飞机上吧？是我在飞机上的，是我呀！哦，我交代，我全都交代。因为大家的照顾。哎，怎么没看见老钱呢？体检出现了问题，住院了，恐怕要病退了。真病了？听说还是小南告诉他的。别看这两个人不对付，小南还是救了他一命。这小子还真神了呀！是啊，连破大案，刑侦天才。这小子长大以后一定会是一名优秀的警察，不对，应该说是神探。
怎么这么聪明呢？我们的小神探，好可爱呀！当个好人真有意思。我是吴楠，前世身负罪孽遭了报应，今世我要做个好人，从蛛丝马迹中寻找线索，帮助姐姐连破大案。姐姐因此被嘉奖，我们搬去了更大的公租房。与刑警队长赵成龙成了邻居，我与赵磊成了朋友。小南哥哥好！难得姐姐休假，我们两家相约野餐。好了，哇，小南哥哥好厉害！走去那边，我给你推个大的。小南转学手续办好了吧？办好了。小南啊，你跟小磊离海边远一点啊！知道了，姐。哎，你们最近还那么忙吗？老赵不爱跟我说工作上的事，怕我担心。忙啊，清案行动还没结束，连破大案做完收尾工作，署里才给放了几天假。最近有什么案子啊？有一个6月末的女孩失踪案，我本来想接手的，但是……小南哥哥，我好像挖到东西了。啊，失踪？这都8月份了，还没找到啊？这种案子特别难破，如果1、2天内找不到人的话，人就很可能被运到国外了。你挖到什么了？鞋？咱们东南亚有些国家太乱了，拐卖啊！孩子找不回来，这父母得多难过啊！辖区警所和区警署前后也查了很久，都没有线索。拉不出来，小南哥哥，你快帮帮我！我来。小敏、小吴，炭烧好了，想吃什么？下面还有东西，是连着的。是什么呀？哎呀，快起来！赵叔，姐，过来，快！阿姨，把小磊抱走。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啊！快把小磊抱走！来这边，带他去远点。怎么了嘛？挖到东西为什么不让我看？鞋是我挖到的呀。尸体，小南，这可不能开玩笑，你确定吗？我确定，我闻到了，且摸到了。小敏，你带着孩子打车先走。小南，你也别在这儿。姐，没事儿，你看我像害怕吗？小吴，赶紧打电话回队，召集更多的人。我车上有警戒线，赶紧封锁现场。好。结合冰城1个月前的气温变化，以及海滩夜晚温度较低会减缓腐坏程度，这种腐烂程度死亡时间大概是在1个月左右。这个呀，要等到法医来了之后做进一步的勘查。哎，1个月前，1个月前，就是罗珊珊失踪的时候。罗珊珊，女，6月30日下午放学后失踪。据调查，罗珊珊本寄宿于姑姑家，平时由父母接送，但当天放暑假，约定好其在外工作的父母开车亲自来接，但因学校附近大拥堵，晚了半个小时。本案最初由辖区警所负责，2天前移交总队。吃饭了，小磊，快下来，介绍哥哥给你认识。看了新案子，有什么发现吗？没什么发现，凶手随机作案，这种案子很难破的。哎呀，是啊，随机作案，监控没拍到，也没有目击证人，这样的案子神仙也破不了。脸部已经无法识别了，鞋不一样。衣物虽然已经被污染严重，但看样式也不一样。我记得很清楚，罗珊珊失踪前穿的是白色运动鞋以及校服，而她
穿的是裙子以及黑色小皮鞋。离远一点，不要拍照，不要拍照。喂，署长。对，是个女孩，人有点多。孙猛他们快到了，但需要更多警力来维持秩序。小南，你干什么呢？别跑！快住手！快住手！别动！快住手！小南，你敢！别碰！唉，小南，你干什么呢？你不怕得病啊你？怕呀，所以我戴了2层手套。喏，小南，你怎么能乱动呢？这怎么还有孩子啊？袋子里是什么？尸体吗？来这么多警察，这可能是个大案子。小南，你怎么能乱来呢？哎呀，我就碰一点点，确认一下想法。还犟，还确认想法，法医还没尸检呢，那又是你能懂的了。赶紧给我去洗手。小南，这部分就不是你能参与的了，你先去那边，等前期调查完成，我呢给你看答案，好吧？好吧。沙坑里发现的应该是凶手留下的，有事记得叫我啊！嘿，把你能的，什么都敢碰。来这边，别站着了，看看这儿，都往后退啊，都往后退。哎，赶紧收一下。对，这边也拍一张。署长，情况怎么样？现在还无法确认被害人身份，凶手手段残忍，尸体已经腐烂到一定程度，难以通过面部拍照确认身份，需要详细尸检后与失踪数据库进行 DNA 比对。这么多人呢？这是个公共海滩，估计明天就会见报，瞒不住的。案件性质极为恶劣，恐怕会引起社会恐慌，必须尽快破案。是，一定尽快完成任务。我已经通知了所有正在休假的一组警员，恐怕要成立专案组。好，专案组由你牵头，先查清死者身份吧。是。DNA 检验对比恐怕要几天时间，等确认死者身份之后，我们再去调查他的人际关系。我知道死者是谁了。你知道？你怎么知道？你以前认识他？以前不认识，但……署长好。你叫我说不上，你躲远点吧。你怎么还过来了？我知道死者是谁了。你知道是谁？法医还没鉴定呢。你知道？你会算命啊？这不是你该来的地儿。你刚刚乱动尸体这事儿，我还没找你算账呢。哎呀，姐，你最近工作太忙，肯定不知道我在干嘛。给，这是什么？被害人的素描画像，我刚画的。你画的？怎么画的？尸体都成那样了，你怎么辨认的？只需要确认几个点：顶骨、额骨、眉弓、颧骨、下颌骨等。依据其面部骨骼情况，尝试复原其像，并根据其衣服尺码大小确认其胖瘦，然后画出来的。你会画画？我怎么不知道啊？姐，我都说了，你最近工作太忙，哪里会知道我的课余爱好？而且，你们不觉得画上这个人很眼熟吗？7、8分相似吧？档案你们都看过的。这是罗珊珊。罗珊珊？就是她，咱们都看过档案。而且我觉得，之所以衣服不同，是因为……署长，来老赵，给我看看。小南是吧？杨伯伯好。我知道你，小年纪画得不错，不输所里的模拟画师。不过我并不想打击你，你毕竟年纪还小。伯伯，您直说。那我就有话直说了，这根本就不是模拟画像，而是更复杂的通过骨骼复原相貌。在法医这领域，往往需要借助3D 扫描技术，通过科学手段尝试复原，能够直接画出来并有几分相似的极少。而你只确认了一些骨骼点位。另外，人在不同年龄阶段，面部肌肉和脂肪分布均存在较大差异。例如中年存在鼻翼肥大、发腮等，婴幼儿则会有婴儿肥，青少年初期则会皮下脂肪较多，而脸型偏圆。随着中后期骨骼进一步发育，而五官逐渐立体。而你并没有持续的参照物，仅凭着摸骨后的记忆作画，很容易受到其他影响。就比如你看过罗珊珊的档案照片，就总怀疑是她，所以你画的和她有几分相似就不奇怪了，也就肯定是她太草率了。杨伯伯，其实吧，署长，
我刚刚对尸体进行了进一步观察，虽然腐烂程度不低，面部不能识别，但好在部分皮肤还算完整。我检查了被害人的双手、左手拇指以及右手拇指食指指纹，勉强完整。不过皮肤在腐烂状态下非常脆弱，接触式采集恐怕会很困难。可以拍照留底，让署里的画师过来，最好能画下更多细节。行，马上安排。如果能够画出足够完整的细节指纹来，能够在 DNA 检测结果出来之前，更快地确认被害人的身份。杨伯伯，怎么了，小南？要不您翻个页呢？翻页？他右手拇指是保留最清晰的。你画的？刚刚画的。这怎么可能？刚刚你不在尸体旁边。我凭记忆画的，我看过，我记得。凭记忆？这不可能，这怎么可能？我是天才嘛，过目不忘的，没什么不可能。如果要是不信的话，可以去与尸体比对啊。对，是对的，画的真好。仅凭肉眼观察，差距微乎其微。署长，这可以用。我认为我复原的肖像也没问题，可直接做进一步确认。派人去罗珊珊家中，在她日常用品上采集指纹。从她的右手中指第2节存在细微凹痕来看，是长时间握笔留下来的痕迹。她的惯用手就是右手，我画的也是右手拇指，对应的应该会采集到很多，可以马上进行比对。老孙，来了，你带人跑一趟。还有，我认为罗珊珊之所以与失踪时衣服不同，很显然是被凶手换的。而她现在这套衣服的材质虽然已经污染严重，但我看得出来是以欧根纱、蕾丝、天鹅绒以及纯棉布料为材质，是在全球流行很多年的可爱风格羊群，包括鞋子是一套的。也就是说，凶手绑架了她后，将其精心打扮，而后再……我们遇到了一个该死的变态。会破案的。还有更可怕的。小南，你又发现什么了？这案子可能更棘手，我希望我猜的对，又希望我猜的是错的。先不说，等杨伯伯做完初步的尸检报告，我需要进一步确认。行，都抓紧吧。好，是。来，都过来。无论你是谁，你完了！我说的。虽然 DNA 的结果还需要几天才能出来，但是根据复原的画像和指纹的比对，基本上可以确认受害人就是630案失踪的罗珊珊。目前除了扩大失踪区域的排查范围，寻找目击证人，还有监控线索，我们还要老赵。我急着要，老杨给了我初步的尸检报告，详细的还有5天。根据初步的尸检报告，法医给出了凶手的 DNA 样本，受害人致命伤是在颈部，而且凶手行凶的手段极其残忍，案情重大。除了社会走访调查，我们还要对被害人的人际关系进行重新的排查。小南，不好意思啊。小南，报告你也看了吧？你有什么要补充的？你昨天要说什么来着？我认为，赵队，咱们这儿开会呢，闲杂人等是不是应该先出去啊？他是吴楠，我知道他是谁，听说市领导来这儿开会，还请他上台讲话。小小年纪，在刑侦推理上是有2把刷子，但这种案子是他能参与的吗？他以什么身份参与？合适吗？这个案子呀，尸体率先还真是吴楠先发现的，而且他的意见总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署长是认可的。少拿署长来压我！当年我跟署长冲在一线的时候，你还在警校啃书呢。市长也是认可的。魏庆年，小鬼，我这个年纪，名字是你能直接。生于1970年9月13日，毕业于曼河国立警察训练学校。
91年参加的工作，历任滨城来县巡警、滨城花园路警所警员、南区警署刑侦队刑警。05年曾前往皇家警察卫官学院进修，后历任区警署刑侦队副队长、区警署刑侦队队长，现任三龙警所所长。你还调查过我？并非调查，经历过之前的几案，我知道我总会因为我的年龄而引发指责与排斥。为了减少这种无端的争执，我最近看了滨城警务系统上下所有人的履历，希望能与你们更好的交流。我看过你的履历，我记得而已。哼，滨城市警署各分署、警所、警站上下足有几千人，你全记得？不重要，我说我全记得你也不会信。重要的是此次案件极为重要，我希望我能发挥一些作用，让此案更早侦破。时间就是生命。我听说过，你很会推理，但本案刚刚案发，还需要……看来魏所长并不相信我的能力了。哼，小小年纪，你刚离婚，且与女儿关系不好，你急于缓和关系，对吧？老魏，你离婚了？魏总，真离了？我明明谁都没告诉你，你怎么知道？你左手无名指，从勒痕深浅及颜色判断，你本常年佩戴婚戒，而此时你手上没有婚戒，身上的衣服虽然很干净，但褶痕明显且偏小。再看你头发，你今天应该刚洗过澡。你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但你领带下方有一块污迹，应该是吃饭时不小心弄的。从发黑程度来看，至少1周以上。结合来看，不是巧合，就是你刚刚离婚不久，开始独居，没人再为你洗衣做饭。你一早醒来，看着经常穿的衣服都脏了，所以你不得不在衣柜里找出过去的旧衣服穿上。因为你最近几年又有发福，所以衣服偏小，你找不到干净的领带，所以你选的那条颜色最深的，至少看起来不那么脏。会议开始前，你曾在外面走廊里打电话，手机是前几年的款式，贴纸虽然已经磨损严重，但看得出来，这种贴纸流行于小学、初中女孩之间，这说明你还有个女儿，而且你很爱她。会议开始没多久，你就变得开始焦虑，有明显烟瘾发作行为。但当有人向你递烟时，你拒绝了，你在戒烟。可你刚刚经历过离婚，且办案压力巨大，这种情况下，没人能强迫你戒烟。你本该烟瘾更重，而看你气色也不是身体出了问题，所以你是主动为了谁在戒烟。这个人在你的生命里分量极重，你想讨好他。综上所述，我认为你的女儿今年应该刚好18岁，才经历过7月份高考。你们夫妻感情早已恶化，但在为女儿学业考虑之下，你决定在女儿高考结束后离婚。离婚后，你选择戒烟，是因为近几年你与妻子、女儿的关系恶化。青春期的女孩总会与父母发生一些矛盾，这一点很常见。而她之后会去外省上大学，你前妻也要一同离开，陪她去上大学。你与女儿之后就会很少见面，你担心就此疏远，所以你急于这个暑假在女儿上大学的前几月与她缓和关系。戒烟只是你要改变的一小部分，我说的对吗，魏所长？我无意给任何人难堪，但如果能通过几分钟的口舌免于长期麻烦，我只能如此。但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再说一些。小南，开会呢，别净说些没用的闲话啊！你说一下，你对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看的？确实有2把刷子，我倒是很想来听听，你有什么高论？有2点，但很重要。第一，我认为凶手并不是第一次作案，他很可能是连环案的凶手。第二，我认为凶手可能会在近期再次作案。这种恶性案件都是要上新闻的。据我所知，近些年从来没发生过这种恶性案件，连环案再次作案。小朋友，你不要信口开河。小南，你是依据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首先，凶手给被害人换了衣服，将其精心打扮。其次，据尸检报告看得出来，被害人致命伤在脖颈、颈骨仅遭受1次斩击，这说明凶手并非是在慌乱之下采取捅刺、勒颈或闷死等方式杀害被害人，他非常干脆。再者，
尸体发现于常有人去的浅湾海滩，而且还拿到了凶手的 DNA 生物样本。在被害人失踪距离1个多月，凶手完全有时间毁尸灭迹，埋尸荒山或者焚尸，可他偏偏随意埋尸。还有，据校门监控，被害人是因没等到父母，自行离开校门监控范围，而其父母是因堵车迟到，是偶发事件。我虽然还要对他的人际关系进行排查，但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本案绝大概率依旧是随机作案。结合以上，凶手随机作案，手段冷酷狠毒，并不是第一次，且并不在意尸体与自身 DNA 被发现。从犯罪心理学角度，或站在犯罪者的角度来讲，它符合一个变态连环案凶手的特征。他很可能过去就做过此类案件，曾随意抛尸，曾被警方拿到 DNA 生物样本，但从未被抓到过。做下连环案后人间蒸发，直至今年他再次开始作案，依旧是随意处置尸体。我甚至觉得他是在挑衅警方，没被抓过，他无所顾忌。综上所述，我有2点建议：第一，将凶手的 DNA 生物样本连夜送去省府进行比对。冰城的 DNA 测序3天才出结果，而省府设备更先进，1天之内就能出结果。如果顺利的话，明天下午应该就会拿到凶手的 DNA 比对，来确认这是不是同一凶手所为。第二，应通知各区警署、警所、警站，近期一旦再次发生失踪案，一定要第一时间上报。据罗珊珊失踪已经超过1个多月，凶手极有可能会再次作案。我刚刚说了，时间就是生命，是潜在被害人的命。我带样本去省府，走高速的话5个小时就能到。稍等一下，小朋友，你为了让你的推理听起来没有漏洞，你在特意回避酒精问题。尸检报告写得很清楚，你故意回避。尸体里发现有酒精成分，应是被凶手灌酒。凶手可能饮酒，他或许本不是好人，酒精放大了他心中的恶念，所以他残忍、变态，做出各种非理性行为，这也是一种可能，对吧？你为何对此提都不提？懒得说而已。我并不想把大家的时间浪费在开会与辩论上，我的目的只想说服赵叔加快做 DNA 比对，以及防止潜在被害人再次遇害。我之前说的那些已经够用了。懒得说，还是说不明白？不过你非要问，那我也可以教你。教我？你觉得凶手为何要再次作案？再次作案是基于你的推理，那就基于我的推理。假设他是连环案的凶手，那他为什么要再次作案？因为生活变故。如今新闻媒体如此发达，近些年从未听说过有这种恶性连环案，那就是很早以前的连环案。凶手沉寂多年再次作案，极有可能生活发生巨大变故，生活不顺，走极端。他不仅喝酒，酗酒也很正常。我并不是在回避酒精问题，其甚至能让我的推理更加完整。我还有很多细节没说，比如学校与浅湾海滩的距离、海滩附近道路监控分布情况，以及放学时学校人多眼杂等等，我都可以做出相应的判断。我不说是因为我不想浪费时间，凶手是否是连环案的凶手本就不需要做复杂论证，等 DNA 对比结果出来自然会知道。我再重申一遍，时间就是生命，是潜在被害人的命。老孙，我这就是。小吴，你带人继续排查监控。好。老魏，你继续寻找目击证人，我派别的辖区的警力到你的辖区，由你统一的指挥。交给我。小陈，到。你跟我去署长那儿汇报工作。是。那就先暂时散会，明天会有专案组大会，到时候各部门我们统一的去整理具体的情况。根据学校及附近的监控，因为放暑假，大量的学生家长来接，在案发后的1个小时之内，共有1375辆车经过，男车主890人，女车主485人，其中包括非本车主驾驶的车辆，需细查监控，一一比对。这个工作量还是蛮大的。小赵，这个案子现在社会影响非常坏，我知道案件极其复杂，我不会要求你们限期破案，但你觉得你们还需要多久？这1个月。市长，像这种案子，伯伯，凶手随机作案，在新线索出现前，
没人能证明破案时间。而如果始终查不到有效线索，甚至可能成为悬案。你小子戴着耳机，耳朵还这么灵啊？啊，没开声音，一直都听着呢。报告，进。队长，孙队说打不通你电话，打到我这里来了。开会手机静音了。怎么 DNA 比对有结果了？有，孙队说与515系列案凶手 DNA 匹配吻合，案件简报还在发送传真，一会儿就过来。515案，515系列案，好像啊，对，515案。京城515系列案。啊，对，孙队提到过几个县市，其中包括京城。9个，之前还有9个。小南，什么9个？在罗珊珊被害前，还有9个被害人。9个？这怎么可能呢？我怎么从未听过？小南，你别又……小南，你是很了解这个案子吗？也是才知道不久。昨天我推定凶手可能做过系列案，并在网上查了查。系列大案哪怕很久远，但也总有些新闻。这些案子你们没听说过也很正常，因为它最早发生于21年前，也就是2004年。04年8月25日，京城市郊荒地发现一具残尸，死者名为苏婉娜。05年8月16日，京城市京浪县环卫宫在清晨的垃圾桶里发现一具残尸。05年7月9日，京城北郊新村一河旁，钓鱼者在钓鱼中发现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还有05年7月30日、9月2日、06年3月19日、8月7日、07年4月3日。从2004年8月开始到2007年4月，不到3年时间，凶手在周边村县以及京城疯狂作案9起，其中6起采集到凶手的 DNA 样本，另外3起是通过其他线索的交叉对比，推论同一凶手所为。特大连环案9起。在2005年5月15日，皇家警察总署将9起案件并案处理，重新组成专案组挂牌督办。因为案情极为复杂，凶手始终逍遥法外，案件详情无法对外公开，遵循侦办保密原则。此系列案并未以任何一起案发时间命名，而是以新专案组成立时间命名，即515京城特大连环残害杀人案。为侦破此案，当时京城警方以及515专案组先后排查近万名嫌疑人，对比指纹超过3万份，却一无所获。且皇家警察总署在08年还曾对全社会公开悬赏100万来征集线索，时至今日，这个悬赏依旧有效。你说的是血衣案、血魔案？都对，您2位当时都是刑警，应该耳闻过。在2005年，刘源尸体被发现时，身上裹着一件拉链损坏的男性外套，因为被血染红，还上了当时的地方报纸，所以被民间称为血衣案。血魔案的称呼则是来自网络。昨天上午，我还上网发现，时至今日，依旧有一群推理爱好者在网络社区里讨论此案。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公共监控的普及以及刑侦技术的发展，此系列恶性连环案已极少发生，而这个案子始终不破。他们也称血衣案为新世纪10大悬案之一。世纪悬案，凶手再次作案。报告，队长，传真。队长，打不通你电话。怎么了？银湖警所上报，银湖公园丢了一个女孩。什么？什么时候丢的？2个小时前，银湖警所接到报警，第一时间去找，但是没找到，就上报了过来。2小时前。虽然我无法确定究竟是拐卖、绑架、连环案凶手所为，但哪怕是后者，按照他的作案习惯，人现在应该还没受到伤害，还有机会。好了，会议暂时结束。赵成龙，你现在带人去办，务必给我找到这个女孩。是。小李、小韩、小陈，跟我走。是。哎，赵叔，我也去。不行，好好待着。那把周边监控发我，我用孙叔的电脑。走了。警官，我就去小摊上买东西，就这一转头的功夫，他
前面还在那喂鸽子呢，等我回来人就不见了。别着急，别着急，我们会全力以赴的找。警官，一定要帮我找到我孙女儿啊！赵队，这是失踪者的信息，还有照片，我手机发给你。好，各部门注意，现在马上根据资料，一会儿发到你们手机上去找人。好，您先休息一下啊。你好，先生，请问你见过这个女孩没有？没有。没有吗？好，谢谢。你好，您见过这个女孩没有？没有。您见过这个女孩没有？没有。见过这个女孩吗？没有。没见过。没有。没有。马索怎么样了？之前已经找了2个多小时，这算时间，恐怕……喂，小李队长，我刚从交通署出来，公园周边监控都拿到了。好，你马上带人抓紧时间看。哦，对了，给小南也发一份，他在老孙办公室。好的，明白。赵队，这个案子通过监控找到线索很难的，就得趁着刚刚案发，公园里游人也多，记忆还未消退，或许能找到目击证人。这个公园啊，一共3个出入口，除了正南大门外，还有东北角的停车场入口，以及西侧靠南的小门，这3个出入口都有监控。另外呢，四周外面十字路口有交通监控，内部除了停车场，还有分布了20多个监控。监控不算少，但这公园太大，且是开放式公园，而且它四周没有围栏，而是通过树林、树墙做遮挡。想要进出公园，并非一定要走门。在赵队你们过来前，我已经带人走了一遍，共发现7条小路，而且草地都被踩平了。我还特意拍了照片，你看一下，全部都是附近居民踩的。也就是说，如果是有人带走了潘静，是能完全避开监控，离开公园的。对，而且很容易。公园监控你们都看了？我看了，没有任何发现。赵队，小吕的能力你是知道的，连他都不能在监控里边有所发现。不过按照正常流程，总队这边也会重新审一遍所有监控。那是自然。对了，赵队，有件事不知道当不当问。你说。这起案子不知道你觉得和2天前的浅湾海滩的案子有关吗？难说。有可能他就是绑架拐卖，也有可能就是同一人所为，尤其是嫌疑人选择在这里动手，没有在监控中留下线索，说明他对这里监控的时间非常熟悉。浅湾海滩那个案子，被害人失踪的时候，凶手就是避开了所有监控。哦，对了，小吴，把公园内部监控给你弟也发一份，有用没用给他找点事干，不然他又该闹着来一线了。行。找到你了啊！曼 A59，这就对了。哎，小南，你们回来了吗？还在公园排场。这个点你吃饭了没有？没，我找到线索了。找到线索了？是的。队长，查清楚了，是一场误会。目击者看到的不是潘静，只是跟她长得相似，上衣颜色一样。当时跟她在一块的是她母亲，确认过，已经回家了。那你们继续查吧。这公园这么大，这么多人，你们继续问，我就不信没有蛛丝马迹。是。赵队，小南说他找到了线索，让咱们回去要快。电话里一会儿说不清楚。线索？哪来的线索？他说就在监控里。监控？他说什么？说让我们赶紧收队，今晚就能抓到人。监控，公园的监控，我们早在监控室看过，并未拍到潘静失踪时的画面，包括停车场监控，并未拍到潘静以及其他可疑迹象。哎，小陈，你那边监控看的怎么样了？队长，暂时还没有发现。好，我知道了。小吴，你跟我回去。赵队，你们真走啊？怎么了？小南是小吴的弟弟？是。小吴现在可是咱们滨城的明星警员。关于你弟弟，外人不知道，咱们一个系统内多少都听说一点。听说他还是个孩子。是啊。赵队，借一步说话。好。赵队，浅湾海滩案尸体才发现，而据我所知，那被害人已经失踪1个月了。现在这边又出现了失踪，而且从初步侦查来看，嫌疑人作案方式极为隐蔽，很可能与浅湾海滩案是同一人。
啊，这我知道。所以呢？我的意思是我们所警力有限，您这边直接收队，把破案的希望压在一个声称有线索的孩子身上，是不是太草率了？而且如果不继续查下去，过了今晚，就算有目击证人，也可能因为记忆不清，无法描述出嫌疑人容貌。时间不等人呐。马佐，我没说要收队啊，我跟小吴先回去就行了。那你这一走，你带来的人我又不好指挥，这耽误了案件侦破。没事，你放心，这个案子我们刑侦总队已经接手，破得了破不了都是我们的责任，你们警所协助办案而已。赵队，我不是这个意思，这并不是谁的责任问题，我也有儿女，小女儿跟潘静差不多大，这我就直说吧，好不好？她一孩子啊，我听说好像是有些能力，但她一个电话就能把你这个刑警总队长叫过去，还说什么直接收队，这情况我不能理解。小吴，你呢？通知老李继续侦查。好。马佐，你跟我一起回去。好。好。小赵，你怎么回来了？首长好。找到失踪者了？公园那个暂时没有。那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有线索？有2个目击者，但都是误会，看到的并不是失踪者。不过小南那边有线索，他看了监控，他说今天晚上就会抓人。那他现在在哪儿？孙猛办公室。走啊，愣着干什么？兰姐，到时候你就……小南啊，你一个电话就把我们给折腾回来了，还让我们快点收队。今天晚上你要抓不到人，我可要惩罚你了啊！我这年龄，你能罚我什么？罚你10套暑假作业。好吧，我接了。那如果今晚能抓到，能不能不写暑假作业？好简单，好无聊啊！这事儿我说了可不算，你得问你们学校老师去。那我要去抓捕现场。不行。小南，你新电脑买了吗？是不是还没买？今天晚上你抓到人，我自己掏钱给你买。啊，我破案又不是为了钱。好了，说案子。你这是干什么？剪辑啊，拉监控多麻烦，这么多人啊。去会议室吧。时间紧急，我闲话少说。今天中午9点49分30秒，银湖公园停车场入口监控拍的，这辆银灰色商务车驶入，10几秒后停在了 C 区17号停车位。车上一共载着3人，分别是黑色墨镜年轻人、白色外套中年女人以及黄色外套中年男人。这3人下车后交流了什么？边走边说。9点53分。他们出现在了公园靠近停车场花坛监控下，3人曾在花坛长椅坐下闲聊，而后一起向南走，走出了这个监控，很快出现在公园北侧，公厕外监控中只是路过，而后又出现在了银湖北岸的监控中。能不能打断一下？这是我们所的小吕泰，他可是我们所的明星警员。去年那个酒吧杀人案就是他主导破的案，24小时缉凶。我看好他，将来能成为咱们滨城最年轻的副所长。署长，您应该也记得他吧？去年您还亲自给他表彰过呢。我们这个呢，也算是案情分析会，有问题该提。我就一个问题，为什么锁定这3个人？因为就是他们拐走了失踪者。小弟弟，话可不能乱说。公园监控我是第一时间去看的，看的还比你更多。类似于这3个人，比比皆是。你凭什么锁定他？我先纠正你2个错误。第一，我并非一开始就认为他们是嫌疑人，我站在怀疑一切的角度看监控。银湖公园本就人流量大，形迹可疑的人很多，比如兰姐。本来我最后会讲到，但提前说也无所谓。串联他们在各个监控下的行为，他们可能就是小偷，而且相互之间应该认识，不难抓到。不难，但我现在没时间没心情跟你解释这个。我为什么认为他们当天一定行窃了？他们其中一定有惯犯，过去没被抓过，你们再抓，自己去问或者自己去查。我们现在要讲的是失踪案。第二，
你刚刚自称监控比我看得多，你是错的，你肯定没我看得多。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信，你可以提问，但我并不是在向你汇报。回到案子，刚刚吕警官所提我为什么锁定他们，本身是筛选后的结果，但涉及到大量无关闲杂人等的旁支推理，包括排除法，具体我就不说了，就说他们，只要他们是就够了。上午10点20分左右，他们出现在公园的游乐场附近，多个监控全都拍摄到了他们，并停留闲聊。10点47分左右，他们离开了公园游乐场，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出现在任何地方。11点07分，位于鸽子广场西北角的监控拍到，他们就是在这里分开的，是年轻人先离开，向西走，离开了监控，之后是白衣女、黄衣男一起向广场里面走。注意这个画面，他们在离开时都先后偷看了监控。再看这里，11点35分，黑色墨镜年轻人出现在篮球场边上，看人打篮球，一直在看，直到12点09分，他接了个电话，而后走出监控范围。考虑其步行速度以及路线长度，这几个截取监控画面都可以证明，这墨镜年轻人在接完电话一路直接回了停车场，然后开车离开公园。赵叔、姐，你们觉得他们还不可疑吗？按你刚刚说的内容来看，这3个人是早上9点多到达公园，到中午12点多，年轻人独自开车离开。但是他这一个上午，他们都只是在公园里闲逛，没有目的，而且还注意着监控。如果从案情分析和怀疑的态度来讲，很有可能只是小偷而已。而且2个中年人带着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开车来，外地车牌，很像是来旅游的，父母和儿子一起来。咱们滨城本就是重要旅游城市，如果他们第一次来银湖公园，四处走走看看，发现确实没什么意思，说他们是来旅游的，应该也很合理吧？对，推理到这一步有很多可能性。而且，虽然报案时间，你不能因为年轻人接电话的时间和潘静失踪的时间相近，就贸然断定与他有关。失踪主家属报案时间是今天中午12点15分。据他描述，当时他的孙女潘静正在喂鸽子，他去一旁的路边摊去买零食和水，还给鸽子买了玉米粒。根据路边小摊附近监控，他是12点06分来到摊位前，12点10分离开。走回去后，发现他的孙女丢失了，找了几分钟才报案。潘静是在那4分钟之内失踪的，而篮球场里面的年轻人是在12点09接到电话。巧合？连巧合都不算，因为事发是中午，是吃午饭的时间。银湖公园里虽然有一些小摊儿，但都是小吃，想要正经吃午饭，还是得去外面。潘静失踪的时间点上，有太多人接打电话以及离开。如果以在公园闲逛一上午，中午接打电话后离开为标准去找寻线索，那这种线索我可以找出上百，甚至更多。另外，停车场入口包括停车场内监控都是无死角的。年轻人离开时，潘静不可能在车上，根本没有办法送到车里。你倒是帮我解释了部分我想说的内容，说完了吗？你目前的一切推理，哦不，都甚至算不上推理，没有任何逻辑可言，只是他们行迹稍微可疑。他们与潘静的失踪到现在都没有直接的联系。你说完了，可以坐下，我继续讲。小朋友，你这是在耽误所有人的时间。这位吕警官，11点的时候，嫌疑人就出现在鸽子广场的监控下，他们与失踪者出现在过同一监控下，你怎么就说二者没有关系呢？银湖公园只有2个广场，一个是西北的鸽子广场，一个是东南的银湖广场。对于第一次到银湖公园的人来说，打车过去的话，走大门进去游玩，一定会经过银湖广场。而如果开车去的话，从停车场出来，往往会经过鸽子广场，那里还挨着一个人工湖，放养的黑天鹅常引人驻足。整整1个上午的时间，与失踪的人出现在同一画面的人，没有上千，至少有上百。你们就是这么找直接证据的？那个年轻人呢？他为什么一个人单独开车离开，丢下了那对中年夫妇？你怎么解释？可能性太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可能父母在老家，子女在外地工作，抽空回来看看，带着父母去公园转转走走，中午有急事又走了，又或者是和父母吃不到一起，与朋友一起出去吃了，这有无数种可能。再者，他们都未必是亲属关系，可能只是认识，顺路过来，自己好久没来了，四处转转等等。而且现在滨城好多外地车牌号车辆，你刚刚也说了，有无数种可能。那我弟弟说的不也是一种可能吗？毫无逻辑啊！你破案就靠猜吗？吴心言警官，吕警官，姐，他交给我，不劳您费心。我继续讲。我知道你不服，明星警员，年纪轻轻，前途不可限量，你很骄傲啊。我还能有你年轻？尤其是你先看过公园监控，自称看过很多。
但你没有看出明显的问题，而我年纪小，我说我看出来了，且推论初期也没什么算亮眼的地方，所以你不服，对吧？我不想跟一个小孩子置气，这是破案，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生命，我喜欢这句话，所以我打算给你个机会，也为了你别再轻易打断我。我问你个问题，如果你能回答上来，我现在马上下去写我那10本暑假作业，你上来讲。但如果你回答不上来，就请你闭嘴好吗？你问。问题很简单，在年轻人开车离开后，他是否回来过？如果回来过，什么时间以及哪个监控他出现过？还有，年轻人离开后，那对中年男女，他们又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哪个监控下出现过？是否离开过公园？又是怎么离开的？来啊，回答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注重切实线索、很讲逻辑的人，你不会去胡乱猜测。所以，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谁在哪个监控下出现过？想不起来了吗？是记忆不清？记忆里没有？不确定？我不记得。那就闭嘴，别再轻易打断我。你记得？当然。就算你记得，我是中午12点半看的监控，距离现在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你是下午刚刚看过，还无端的把这3个人直接定为嫌疑人，甚至特意把他们的画面剪出来了。你当然会记得，这算什么本事啊？那你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什么？他们不在。什么不在？人在看监控时，尤其是同时看多个监控，寻找可疑信息线索时，往往都会对形迹可疑的、多次出现的、反复出现在被害人身边的目标印象深刻。一旦可疑人员出现次数过多，他就会显得更加可疑，会被更多留意。这是一堆废话。而反过来说，人在长时间看监控，面对大量可疑人士时，有一个可疑目标减少出现，甚至不再出现，那对其怀疑就会降低，以至于印象消失，忽略掉目标的存在。尤其是在潘静失踪后，公园里那些其他可疑人士依旧在活动，以小偷为主。考虑到人不可能凭空蒸发，而公园很大，悄无声息带出去很难，由此那些依旧可疑的人在后续观察中会牵扯观察者的大部分注意力。你的意思是？首先可以确定，你虽然有一定的观察能力，记忆力也不错，但看监控没有我细致。其次，你说你不记得，那是因为你是一个很讲逻辑的人，你很较真，你确实回忆不起来，你并没有为了赌气而去胡乱猜测，这一点我很欣赏你。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你不是不记得，而是你忽略了，因为他们不存在了。他们不存在了。从今天中午12点09分，年轻人接电话，马上开车离开公园后开始算起，我可以100%确定，公园里的所有监控再也没有拍到过这3个人。监控没有拍到过年轻人开车回来，也没有拍到白衣女是怎么离开公园的。在潘静失踪后，年轻人走了没回来，他们也好似人间蒸发一般，消失在了公园里，这正常吗？你还觉得他们没有嫌疑吗？你是对的，他们……当然，这并不能怪你，你又不是我。银湖公园每天都有几千人观光，几千道身影在数十个监控下反复出现，这种排查难度，而那3个人一上午的行为并不起眼。如果不单扒出来看，他们也不过是普通游客而已。你一开始就不会注意他们，自然也就不会知道他们之后不存在了。不对，哪里不对？不够，这不够，还有太多可能性。如果只是推理到这种程度，还不足以证明他们就是绑架者，还有其他的可能性。而你说今晚一定能抓到人，你在说大话，你在赌，你在说大话，你在赌。可以根据车牌号锁定车主，今晚确实是能抓人。既然有疑点，肯定要问一问，这也是排查的一部分。不过，可能抓错人。首先，3人行踪最大的疑点是中年男女的之后的踪迹，因为根据监控显示，他们进入公园后走走停停，观察感很重。如果他们是游客，第一次来这个公园，那么中年男女之后的消失就极不合理。他们对公园不熟，一上午总是暴露在各种监控下，之后怎么可能刚好避开所有监控离开公园？哪怕没离开继续观光，也应该频繁出现在其他监控下才对，怎么会消失？反过来说，
如果他们本就对公园很熟，知道监控分布以及公园内小路，那么他们一上午的行迹就更加可疑了。观察什么呢？当然，确实有其他很多的可能性，比如中年男女是本地人，了解公园，而年轻人是外来的，他们走走停停，不知道说了什么，实际上是在给年轻人介绍公园环境，而年轻人不太感兴趣，看了一会儿打篮球，跟人有约直接走了。而中年男女是本地人，可以直接走小路离开，他们也可能是小偷团伙，亦或者他们就是最普通的一家三口，太熟了反而没什么好看的，随意看看转转而已，聊的都不是公园里的事，看起来稍微奇怪而已。所以你在赌他们是，这就是你发现的。我当然没在赌。那他们人都走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因为你，我耽误了很多时间，一会儿还得去交通署。我直接说重点吧。这是银湖公园的鸟瞰图，大门在正南，西侧靠南有小门，东北角是停车场出入口。今天中午12点14分51秒，年轻人驾驶车辆离开公园，进入北塘大道。12点15分23秒，在北塘大道与东湖路交叉口等红灯。12点16分07秒，右转进入东湖路。12点17分04秒，经过东湖路与银湖大道交叉口，未遇红灯，转入银湖大道。12点18分15秒，经过银湖大道与西陵路交叉口，等红灯。12点18分29秒，转入西陵路。12点20分57秒，经过西陵路与北塘大道交叉口，未遇红灯，直行一路向北。这是年轻人驾车离开公园后的大致路线，差不多就是这样。谁有什么发现吗？这个嫌疑人离开公园之后，为什么还绕了公园走了大半圈？他为什么不在路口左转掉头，向前向右直接就走呢？车道限制，走不了。因为北塘大道与东湖路交叉口离公园的停车场入口非常近，公园日常游客又多，经常发生大拥堵。午高峰的时候，交通署都会派人现场指挥，禁止左转掉头。而且这个西林路再向北是滨水立交，要想走立交桥，必须这么绕过来。这条路线本身并无问题，所以我没看出来，你这说不是路线问题，而是时间不对。时间？北塘大道确实是发生了拥堵，所以从车站离开公园到第一个路口开始算起，明明只有几十米，却挪了足足半分钟。而在右转进入东湖路后，路况相对转好，但车也很多，开得不快，直至抵达东湖路与银湖大道交叉口，共用时57秒。右转顺着银湖大道向西走，至于西陵路交叉口又用了1分11秒。根据监控看得出来，当时银湖大道路况极好，所以他这段开得很快。红灯结束后，嫌疑车辆右转进入西陵路，用时2分28秒，穿过西陵路与北塘大道交叉口，一路向北而去。300米，西陵路与东湖路公园两侧一样长，只有300米。没错，同样长的路，同样受到了北塘大道拥堵路况的影响，甚至东湖路受到的影响更大。但嫌疑车辆开过东湖路，它只用了57秒，走过西陵路直至过路口，却用了将近2分半。考虑到东湖路路况右侧挨着公园，并无下车买烟等情况，以及车辆之后正常行驶等情况，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性，他停过车。对，这应该就是现在目前最合理的解释。当然，考虑到推理的严谨性，停车原因可以有无数种，比如与谁发生了下刮碰，下车检查后没有问题就各自走了，或者是他们注意交通安全，在路边临时停车接打电话等等情况。停车接人只是其中一种可能性而已，但他们也有破绽，就在这几张监控截图里。正常看你们可能很难发现，但是我放在一起，你们应该能看得出来吧。第4张，挡风下面有白色的东西。那是什么？啊？交通监控本来存储量就非常大，清晰度有限，如果放大看的话，很难看得清楚是什么东西。是衣服。衣服？团起来的衣服，那个中年女人所穿的衣服。这是一种聚酯纤维材质的防晒服，非常轻薄，团在一起体积很小，
就是中年女人进入公园时所穿的那一件。她曾在闲逛过程中将衣服脱下，搭在臂弯里，之后又曾穿上。而在年轻人接到电话的10几分钟前，这个中年女人最后出现在监控里。她一直穿着这件衣服。年轻人返回停车场，一路上经过多个地方，手中并无这件衣服。也就是说，不存在年轻人回停车场的路上，在某个监控盲区下，从中年女人手中拿走衣服，帮她带走的可能。综合来看，只剩一种可能：她曾在西陵路停车，并与中年女人碰了面。然后再看这几张图对比，由于光线原因，有些画面拍得相对清楚，有些画面拍得不清楚。而在清楚的画面上看，商务车是黑色内饰，而最后经过的路口截图，因为风挡玻璃反光，看不清副驾，但仔细看能看到一抹棕色。这中年女人里面穿的就是棕色的衣服。她在车里。以上可以证明，中年女人不仅仅与年轻人碰头了，还上了车。而且我认为，那个中年男人也应该在车上，只是坐在后排，监控拍不到。还有更多的推理细节，比如为什么是中年女人坐前排，白色防晒服会被丢在风挡上，我可说可不说。单就说大体上推理到这一步，我至少有60%把握确认失踪的潘静也在车上，在后排由中年男人看着，且意识模糊。抓人吧，赵队，所长，这么多疑点，这世界上不存在那么多巧合，大概率就是他们。小南啊，我不是挑你刺啊，但是就你目前的发现，实际上……赵叔，你有话直说。不怎么像你啊？哪里不像了？推理哪有问题？推理是没什么问题，观察力与信息处理能力匪夷所思，是你的风格。但是你向来都是很有严谨性的，就比如说当初的713案，即使你已经把犯罪嫌疑人压缩到了极小的范围，甚至是2选1的程度，你也提出了用水量的问题。确认之后，我们才进行了抓捕。还有之前的1213案，哪怕你再来警署第1天，就大概锁定了嫌疑人，却还是让孙猛带人做了3天的补充侦查，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与巧合。但今天的这个推论虽然听起来是那么回事，但是它只是纯推论，别说没有直接证据，就连佐证都没有。而你之前说今天晚上就能抓人，你既然那么自信，但给出的全都是纯推论，你说这像你吗？推理够用就行呗，我可是反复看了所有的监控，除非真正的绑架者全程都没在监控下暴露过，不然就是他们，其他人我都排除了。而因为潘静在失踪前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监控里，绑架者想要注意到他，跟着他伺机行凶，不可能从未出现过任何监控，因此这个除非并不成立，就是他们。小南啊，以我20多年的刑警经验，过了手也有几百个案子，实际这个世界上巧合还是蛮多的。就比如你的推论，我也可以找出他们不是绑匪的合理解释。就比如说这3个人啊，就是来遛弯的，兴趣不同，在不同的地方玩。中午的时候，中年人意外的找到了能够出公园的小路，在街边给年轻人打了电话，年轻人取了车，绕了一圈回来，接上他们俩走了。这说得通吧？一个疑点是巧合，一连串的疑点指向同一个目标，是巧合的可能性就很低。2个关键点，失踪时间和嫌疑人逃离时间，他们先开始频繁的暴露在监控下，最后又完美的躲开所有的监控。赵队，我觉得你说的对，但是可能性极低。可能性低，那也是有可能。我们不能低估了小南的严谨性，不然的话，1213案他也不会用3天才破。赵叔，这个案子第一，没有潘静失踪时的监控；第二，没目击证人，人是凭空消失的。我一下午能看出来这些已经很不容易了。你以为我是神仙？这种案子只能大胆假设，然后去抓人去求证啊。但我不是第1天认识你啊。你话说的太肯定了，说吧，里边还藏着什么？老实交代。好吧，我说。你还有线索？监控里还有什么？这样吧，我先快速说一下绑架过程以及细节分析。今天上午9点50分，停车场内部监控拍到3人下车，2个男人从主副驾驶，中年女人则从后排。从行为习惯上来说，多人出行，除非是与驾驶者是情侣，
夫妻关系，否则女性更愿意坐后排。习惯养成因素，还有距离感，出门带包东西多，以及后排可以不系安全带等。当然，他们也可能是随便坐的。离开停车场后，3人四处闲逛，寻找作案目标。先后去了公厕外以及游乐场附近，这2个地方都很可能遇到合适的目标。前者有因性别分开上厕所，在外面等的情况，后者则是小孩子在乱跑玩闹，家长坐在长椅上闲聊的情况。上午11点07分，位于鸽子广场中心监控拍摄的，3人停留徘徊，不知道说了什么，而后年轻人离开，中年女则走向监控死角。而我认为他们应该找到了下手目标，但未必就是失踪者。根据同一时间鸽子广场中心监控拍的，适合下手的目标的不止潘静一人，因为追鸽子喂鸽子会与家长分开，就有可能脱离监控范围，而有的家长则会3、3、2、2聚在一起闲聊，一时疏忽照顾。11点40分左右，路灯监控拍到潘静坐在长椅上吃完了冰淇淋，而后也要闹着喂鸽子。李淑芳带着他去了路边摊，买了玉米粒。11点45分，他在喂鸽子。12点06分左右，位于鸽子广场中心监控拍到他手上只剩下一小包玉米粒，开袋时还撒了一地，差点哭出来。奶奶心疼他，又去给他买了玉米粒以及水与吃的。在李淑芳走开后，潘静捡起了地上半袋玉米粒，又要追着喂鸽子。而有的鸽子飞到很远的地方，可他想全部都喂到，便追着个别鸽子跑出了监控范围，这反而惊走了鸽子。但他依旧想喂，追着追出了监控范围。中年男女趁此机会将其抱走，且应该是离兵了，不然你们排查了一下午，怎么可能没有目击者看到挣扎的潘静？中年女人将衣服脱掉，裹在潘静的身上。考虑到潘静年龄与身形，她应该在60斤左右，女性很难长时间抱她，且应该是中年男性抱着她，裹着白色外套，这使得下午排查的衣服不一样，很难找到目击证人。中年男人抱着孩子不方便，应当是中年女人通知年轻人得手，而后2人带着失踪者避开了所有监控，走小路离开公园。12点20分前后，年轻人开车过来接应上车，中年男将潘静抱入车上，而后跟着上车，中年女因此上副驾，这就是他们与来时座位不同的原因。中年男将潘静放好后，将身上的白色外套还给了副驾的中年女。那中年女已经上车，也不好再穿上，便先随手丢到了风挡前，所以会被拍摄到。以上便是我认为这3人绑架失踪者的大致过程。考虑到他们明明对公园很熟，却只在公厕外、鸽子广场以及公园的游乐园等附近转悠，考虑其失踪时间以及离开时间，以及人不可能凭空蒸发等情况，我说6成把握只是保守估计。赵叔，我这还不能说服你吗？底是什么？底牌线索、佐证，还是直接证据？哎，这也不算直接证据，但不可能又那么巧，天底下没有这种巧合。那是什么？套牌车，车牌照是假的，一切都是有计划、有预谋的，提前准备，分工明确。这很可能是一个专业的拐卖团伙，且并不是第一次作案。我们遇到拐卖大案。好，好小子，我就知道你。署长，可以行动了，但我们要去趟交通署，把嫌疑车辆最后消失的地方给确认清楚。好，行动。是。啊，赵叔，等等我！我聪明绝顶的天才弟弟啊，能不能告诉你姐姐，你怎么知道嫌疑人的车辆是套牌车的呀？你在交通署有熟人啊？这个嘛，小南，我最近呢在复盘一些老案子，我突然发现你是不是提前查过王胜利家用水量的情况？不愧是赵叔啊！怎么查的呀？网上呗，我破解了供水系统，确认过信息。小南，这个嘛，我自己有我自己的办法。哼，吴南，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怎么还能这样呢？连交通署的系统你都敢黑啊？
你就不能给我打个电话？是我不能帮你查，还是赵叔不能帮你查？哎呀，破解都是顺手的事儿，打电话多麻烦。还顺手的事儿？你找到的黑客呀？我可保不了你啊，赵叔也保不了你。哎，赵叔，你看他。好了，小吴，都是为了案子。小南为了破案，特事特办。赶时间，走了。小南，你姐都是为了你好。哎，我知道，他怕我啊，将来走上犯罪的道路。你放心吧，只要有他在，我一定不会。而且你姐说的对，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我帮你查。可是那很难解释啊，就比如今天，我说我让你们直接锁定他们就是嫌疑人，让查嫌疑人车牌号，没有实质性的推理，那你们会信吗？这样以后跟我说，我先信，行吧？这可是你说的啊。这小子是有些本事，但还算不上天才。要是我拿到交通监控的话，与公园监控二者相结合，我应该也能看出来。尤其是嫌疑车辆在走西陵路时破绽太大，正好与失踪时间相契合，以此为切入点，进行逆推，初步锁定嫌疑人，大胆观察，抓住细节，得出结论。他说过自己是反复看监控，应该就是这么推出来的。对，应该就是这样。哈哈，小吕啊，他还是个孩子，又没系统学过刑侦，当然不可能跟你比了。他才破过几个案子，这2年咱们银狐所的超高破案率，可是都靠你啊！小弟弟，这么多监控还看得过来吗？还是退一边去吧，让我来看。你别年纪不大，再把眼睛看花了，戴了镜子啊！管好你自己。行，那咱赌点啥？赌什么？赌咱俩谁先在监控里找到犯罪车辆的最后位置。如果我先找到的话，把你姐电话给我。哼，我姐可是武将，你就不信被她打死啊？来不来吧？我是不会用我姐的私人信息跟任何人打赌的。不过因为我不会输，所以无所谓了。年纪不大，口气不小。我赢了怎么说？你随意，也不为难你，叫我哥就行。以后啊，只能用哥来称呼我，叫小弟弟怪怪的。可以啊，你又不会赢。赵队，准备好了。好，小南可以开始了。收到。开始。2倍速，4倍速，8倍速，16倍，32。哎，这小孩谁啊？怎么跟着一起看？好像叫什么吴楠。赵队，人眼不可能跟上这种快进频率，这不胡闹吗？嘘，不可能，他还看得清。这不可能，这没人能跟得上。吴楠，你故意的吧？16倍速是我的极限，你故意加到了32倍速，就是不想让我看清。你也不可能看清，但你怕我赢，所以就使用这种手段。你想让咱俩都找不到人在哪是吧？你这种行为是在耽误办案进度，你知道吗？时间就是生命，你这么耽误时间，是在害人命，你懂吗？怎么不说话了？是被揭穿了？吴楠，好大的帽子啊！能不能闭嘴？看不出来就在旁边等结果。赵队，你不管吗？赵队，让他站着大屏幕再装模作样的看下去，没有任何意义，浪费所有人时间。哎呀，可惜交通卫士系统在我国还没有普及，只有首都和巴雅勒几个重点城市才有，不然监控更清晰，能直接实时锁定车牌追踪，不用人力来排查。这样，赵队，
我看要调更多人过来，把监控时间调回嫌疑车辆离开公园时，咱们更多人重新看，无论他怎么绕，城市监控密度是足够大，一遍看不出来就2遍，哪怕花上几个小时，咱们今晚一定能锁定嫌疑车辆最后消失的地点，确认大概区域。这能看见吗？是啊。至于这个小子，前期功劳值得肯定，来这边也没浪费太多时间，就让他回去吧，不能让他再这么胡闹下去了。3分钟，我给你们答案。好，3分钟。哎，这不对吧？这监控时间都快下午3点了，嫌疑车辆是中午12点多出的公园，就算在外面兜圈，也不可能跑3个小时，那样反而会暴露。应该早就到达目的地了，所以你在装模作样的往后看什么？64倍速。胡闹！64倍是人类能看清的吗？你以为你是神仙啊？哎，你安静。我看你还能成神仙不成？赵队，你这样一意孤行，就算这孩子没浪费多少时间，那传出去，对你名声不好吧？10、9、8、7、6、5、4、3、2、1，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弟弟，你还准备继续胡闹下去吗？可以停下了。你真以为你是神仙啊？要12点34分，西城高架出口监控；12点39分，湾南路与惠康路交叉口；12点49分，百乐汇广场监控；12点51分，雨花路与盛和大道交叉口。14点04分13秒，永红路与福汇街交叉口。嫌疑车辆右转30米后再次右转，进入吉阳社区。从12点到下午2点，2个多小时，其中1个小时，嫌疑车辆都在绕圈子，且多次停车走土路，但总是会再出现，频繁出现在各种监控里。我认为这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而并非刻意规划好的绕路。也就是说，他们是每次拐人成功后撤离的时候都会这么做，而吉阳社区就是他们最后的落脚地。这不对吧？既然到下午2点，那你之后还装模作样看什么？不知道你是装聪明还是真蠢，我还能看什么？当然是看嫌疑车辆之后有没有离开过，亦或者是换车离开。可64倍速，嫌疑车辆最终消失位置我是32倍速确认的，64倍速一次跳1分钟，哪怕交通监控拍得再远，也很可能完全错过嫌疑车辆行驶过程。而站在犯罪者的角度看，他如果要2次转移潘静，一定是远距离转移，完全没有离得近还要再换地方的必要，不然直接去第2目的地就好了。所以他只要远距离转移潘静，一定会频繁暴露在各种监控下。从概率学的角度，64倍速，我也不可能刚好全部错过。你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吧？可能。赵叔，说案子。根据目前已掌握的信息来看，以凶手对公园的熟悉程度，以及全市路况熟悉程度，以及没将人直接带出城等，我认为凶手应当就是槟城本地人。既然选择套牌外地车，那辆车就是本地车辆的可能性就更大。剩下的，赵叔你是专业的，不用我再说了吧？好，那我现在只有最后一个问题，你问。依照你的判断，你觉得这个案子跟前湾海滩案有关吗？有3种可能性。你说。第一，纯粹的拐卖案，他们是老手这一点可以肯定。第二，对比当年，考虑到如今的监控密度以及人口密度，凶手孤身随机作案，完全避开所有监控以及目击者的难度极高，所以罗珊珊当初应该就是被这3人拐走的，凶手是买家。第三，3人中的那个中年人应当就是当年的凶手。至于中年女人以及年轻人为什么帮他，所谓变态家庭，古今内外各种案件中也并不是没出现过。各部门注意，小李到，你带人去查车辆的信息。
整个滨城的车辆保有量大概有80万，商务车应该就占1/10。嫌疑人的车辆是业务款的大田牌赛威商务车，银灰色。就车款、年份和颜色，整个城市也不过就几百辆。你要着重去查车辆的登记地址是吉阳社区的。是。小吴，你去趟商业署，你要把吉阳社区周边里里外外所有的汽修厂信息调出来，安排人一个个的去问。像他这种10年的老车，我就不信他没有保养和维修的记录，而且越是老的车，越会养成就在附近保养和维修的习惯。好，明白。小王在，你带一群人，就在这儿，给我把吉阳社区实时的交通监控给我盯死了。一旦发现嫌疑车辆，马上向我汇报。是。哎，老孙，下高速了吗？下了。哎，那刚刚好啊。你这样，你赶紧打电话安排一下，你调几辆车，马上去吉阳社区。要便衣，你先过去，蹲守信息我之后发你。都来得及，放心吧。好。喂，朱所长，哎嘿，是这样啊，麻烦你啊，帮找个人。对，那个应该是就住在你管辖的片区。一会儿啊，我把监控录像给你发过去，你看看有没有熟脸。好嘞，那我等你消息。赵队，咱们怎么不直接过去？毕竟吉阳社区也没多大，进去搜他。因为至少是个拐卖大案，吉阳社区再小也有几10栋楼，上万人，各种巷子、背街，那3个人至少是拐卖惯犯，抓出来肯定是被枪毙。如果大张旗鼓的去抓，可能会对潘静带来危险。哦，这样啊，我不是刑警出身，之前做督察工作，倒是没想那么深。他怎么可能看得清？怎么可能看得这么快？他不是人啊，他是破案的神探。队长，查到了，相同品牌、年款、颜色的，登记在吉阳社区的有3辆，这是车主信息，都是中年男性。队长，永红路有家维修店传来信息，说他们上个月维修了一个车辆，和嫌疑人那个车型是一样的。因为是外地牌照，所以他印象很深。送车过来维修的是一个戴着口罩的年轻人，但是登记的车辆信息跟嫌疑人车辆不符，车牌号不对，我怀疑是套牌，跟这个月用的不一样。登记的电话号码我也查过了，是一个已故老人的，我怀疑也是非法渠道获得。但是修理厂监控只能保存7天，无法拿到送取车监控，而且他们用的是现金交易，没有银行卡和网络转账的信息。好。喂，朱所长。哦，是都没看出来吗？的确，监控录像还是不够清楚。行，那就这样吧，给您添麻烦了啊。那个，南哥，忙着呢。赵叔，这是3人的画像，虽然公园监控不清晰，但是足够全，各种光影角度下都有，一些细节还是能画出来的。我能确认至少70%像吧。就他。曹飞强，男，49岁，3处房产信息，包括吉阳社区温水巷171-1号，是一个2层小楼，同地址还有商业登记信息，是一家涂料店。那个白衣女人就是他的老婆马秋娟，户籍里登记的就是他，但是没有关联那个年轻人。够了，失踪者应该就在那儿。行动！是。还没回电话，咱们什么时候送过去？还没呢，急什么呀？是个小要饭呢。
这不亲自送上门来，活该咱们发财。赵叔，我也去。姐，对方必然警惕性极强，至少有3个人，有没有第4人、第5人，谁也不清楚。潘静在哪个房间里，谁也不知道。你们要是叫不开门，打算强攻吗？拐卖惯犯是够枪毙的。他们要是负隅顽抗，伤害潘静怎么办？谁来保证潘静的安全？我就帮你们敲个门，又不是没敲过。王胜利的门不就是我叫开的？行行好，可怜可怜我。哟，挺可怜呀，就你一个人。我奶奶在垃圾箱那边翻找废品卖钱的。有大人呀。3个人在门口，2楼没亮灯，应该是没人。特警队注意，准备从隔壁翻过去，尝试潜入对方的2楼。收到。行行好，我好饿。去一边要饭去。急什么？他一个人也挺可怜的。水，我想喝水。想喝水啊？来，进来吧，外面风大。来，等一下。怎么了，赵队？湖南，你怎么不按计划进去干嘛？快出来！他们是人贩子，快出来！队长，小吴，先别着急，我们要相信小南，他不会无缘无故那么做。危险！老赵，小南怎么进去了？按照原计划是叫小南去叫门，然后我们通过针孔摄像了解屋内的情况。小南会声称有奶奶跟着，知道他去敲门的，这样会确保他的安全。按照计划，没有他进屋的这个环节。这小子……行了，你也别着急，相信他会照顾好自己的安全的。他进去转一圈，可能是为了确定失踪者的具体位置。喂，住所。哦，确认了是吧？好，我知道了。队长怎么了？有话直说。是这样的，我联系了管辖的警署，给他们发了画像，他们认出了这3个人中的那个年轻人，而且根据系统的对比，熟练。故意伤害判了7年，去年刚出来。跟这俩夫妻是姑侄关系。小吴，我们要充分的相信小南，我相信他，他自己能出来。二姑，放他进来干嘛？外面有大人，咱不能动。是啊，媳妇儿，咱们本身就不干净，这孩子突然失踪了，就算他奶奶闹不清，警察到咱这儿一搜，那咱们麻烦可就大了。行了，你们俩懂个屁呀！哼，但凡是一个老太婆带了一个孩子要饭，我们问清楚，我们有的是机会。小朋友，你从哪儿来呀？村里。就你和奶奶呀？你们是要去哪儿呀？奶奶说北边有大城市，有钱。哎呦，还要去外面的城市啊？那你们走着去啊。你们晚上住哪儿啊？桥下面。说不定今天晚上就有机会。哎，小朋友，你晚上要去住的桥洞，你还记得在哪儿吗？啊，你渴了饿了吧？随便吃。谢。我的钱！哎呀，小朋友，没人会抢你的钱，你别急。放里。
确认失踪者位置。老孙，快！小内有危险，快！哎，等一下，退回去。老赵，上不上？怪不得小南要装个小要饭的。我奶奶，这个无能，他完蛋了。他犯错了吗？是啊，你怎么知道？我不乖，平常我奶奶也对我这样。这里好像有点八成是。这孩子废了，可惜了，不值钱啊！别再问了，赶他走。谁说不值钱了？他有胳膊有腿的，你看他那双眼睛多漂亮啊！小傻子，你奶奶多大了？80多呀？80多？这不可能，这年龄差太多了。应该是被遗弃的，被这个拾荒老太婆捡了，养这么大，不能放她走。她脑子不好使，嘴会说。这个老太婆应该是个正常人，她如果给她形容她看到了什么，背不准老太婆会报警。那二姑，你说咱怎么处理这小子？二姑，你说咱怎么处理这小子？这老太婆要是40、50岁，还真不好弄，但她已经70、80了。这样，你们现在就过去，能糊弄过来再动手最好。如果糊弄不过来，先打晕再抬回来。不就是在拐弯那个大垃圾桶那儿吗？距离那么近，趁着现在人少，你们速度点，不会有人看见。可是搞回来之后怎么弄啊？拉到边境，老太婆没用，找地方埋了。他们也没亲戚，也不会报警。别墨迹了，你们俩赶快去。这小傻子就交给我。走。怎么出来了？怎么朝咱这边过来了？小傻子，你渴了饿了吧？给你拿瓶奶，那个呀，对身体可好了。小傻子，你干什么？你进去干什么？开门！小朋友，阿姨不是坏人，阿姨给你带了可多好吃的东西，快把门打开吧！啊，行动！别怕，马上就能回家了。小哥哥，我饿。给这儿有吃的。别怕，别怕，没事了。行动！开门啊！别闹了，阿姨错了，不该叫你小傻子。你们那么快就回来了，这小子，你们……不许动！警察，双手抱头，蹲下，老实点。开门，小南。姐，赵叔呢？赵叔马上会过来，把门打开。小南，你把门打开，我保证不打你，乖啊！胡南，我的亲姐，你也别吓到孩子。胡南，你完蛋了！赵叔，快来，吴心妍要杀人了！老实交代。警官，我都说了，第一次没拐过其他人，而且我是从犯啊，判不了我几年吧。主犯是我二姑，光盯着我审干什么？我都去年才刚放出来的。对了，还有那个浅湾海滩的案子，跟我无关啊，警官，我没拐过他，怎么死的我也不知道。是跟你无关呢，还是跟你们无关？你还敢跑？给我站住！姐，你怎么不去旁听审讯啊？这么大功，你都参与啊？功劳哪有揍你重要啊？你可真有本事！那当然，还当然！给我站住！
姐，我这不没事儿吗？一切都在我算计中。你还算计呢？要不是那2个人自投罗网，那破门能挡住谁？我是引导他们出去啊，不然我怎么会装傻子？为什么说我奶奶80岁？哎呀，他们的行为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中。掌握中？你还犟？爱你哦。谁教你的？什么时候学会的？姐，偷偷练的呗，当年一身本事。你还有当年呢，练过是吧？好嘞，你姐呀，刚好也练过，咱们也试试。哎，姐，你这可就欺负人了啊！你可是全国冠军，我一个小孩怎么可能跟你比？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吗？哟，忙着呢，那你们先忙。孙叔，你看他打未成年，你也不管管。哎呀，抓起来！小吴啊，我得说你2句，这里是金属。孙队，他太不知道危险了。要打，回家打呀。是，吴楠，我回家再打你啊。哎呀，姐，哎，行了啊，说正事吧啊。目前3人已经分开审讯，交代了部分拐卖案情，但对前湾海滩案予以否认，并且他们的口供存在出入。这是他们3人的详细档案，包括通话记录、银行账单等。孙叔拿给我看的，你想看不是随时可以。小南，到这一步，你还觉得他们3个跟罗珊珊有关？我觉得关系不大呀。看看就知道了。马杰，男，26岁，冰城人；马秋娟，女，50岁，冰城人；曹飞强，男，49岁，梅县人。孙队，档案就这些啊？目前就这些，剩下的还要花时间调查。进。孙队，体检报告出来了，没什么问题，他家属也到了。是小哥哥，奶奶，是小哥哥救了我。谢谢小英雄，谢谢小英雄。奶奶，别折寿的。谢谢警官啊，这孩子是在我这儿丢的，要是找不回来的话，我可咋活呀？谢谢啊。老太太，你别这样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你这会儿别激动，年纪大了还是要注意身体的。那个小兰，是这样，那个体检已经做过了，没什么问题，就是受了点惊吓，休息2天就好。这样，一会儿你们跟小兰做个笔录，再签个字就行了，到时候就可以回家了，很快，半小时。谢谢啊，真的太谢谢了，这边请。谢谢啊，谢谢啊，不用谢啊。这人都走了，你看什么呢？他们找到自己的女儿，好开心。这找回来当然，可罗珊珊再也回不来了，以及515案的9条人命，20年了，不知道他们的亲人是否走出来了。孙叔，我要去旁听审讯，凶手随时可能再次作案，515系列案必须破，要快。马所长，你怎么过来了？人是我辖区丢的，听说抓回来了，过来看看。南哥，小吕，你叫我什么？小吕，你叫我什么？叫我呢？啊？称呼罢了，只是个名而已。但看起来你不是很服啊。我找人打听过你，你似乎有超忆症，比记忆力没人能比得过你，但也仅限如此。要想在审讯中抓捕嫌疑人的破绽，需要系统学习，而你肯定不如我。第一，我没有超忆症，那是我的个人能力。第二，打听我，看来你找错人了呀。哎，对了，孙队，你怎么没参加审讯呢？我白天不在，刚从省府回来，具体情况不了解，就不参加了。署长，审的怎么样了？还没审出来，审了一次，赵队长亲自去审，人很不老实，很明显能感觉到他在刻意隐瞒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就连6月30号的行踪都模糊不清的，前前后后说了3个版本。如果真的是个拐卖大案，牵扯到国际拐卖组织，咱们可能需要1-2个月的时间去补充侦查。都在磨叽什么玩意儿？署长，我今天就已经把案件汇报到省府和皇家总署了，并与京城联系过了。明天整理好资料，我就要带着小赵去省府做案件分析汇报。估计到后天下午就能回来。到时候专案组暂时由你来负责，京城的人后天就能到。你要做好接待工作啊。是。还有小赵今年过年前就要提副局了，之后全面主持行政工作，不可能总跑一线的。论资历，论能力，老钱已经病退了，总队长的位置非你莫属啊。老孙以后好好收收你的脾气啊。是。你现在还能坐在这儿，真要告诉你证据是什么，你就来不及了。你之前也说了，你想起来了，7月2号你回的滨城，高速还是走的下路？高速。那为什么你绑定的 ETC 没有交费记录？我交的现金，警官大哥。交什么现金呢？ETC 是自动扣款的。我可能是记错了，那天我们走的是下边的。马秋娟，你给我老实点儿。姐，我先回去了，我打车回去，你们忙。这就走了？是看不懂了吗？放弃了？审讯是要看专业能力的，看不懂也没关系啊。他呀，与浅湾海滩案无关，我还看什么？无关？你现在就断言无关？这3个嫌疑人明明疑点重重，口供不一致，但凡有一点审讯常识，都能看得出来他们有巨大隐瞒。他们当然有巨大隐瞒。小南，你是有什么发现吗？也不算发现吧，就是拐卖案比设想的更大。结合目前种种线索，他们不是与国际犯罪组织有关系，就是国际犯罪组织的成员。整个组织的拐卖网络覆盖东南亚多国，他们要隐瞒的事可多了。这个案子呀，要查很久，查到后面不是市级警方能处理的，甚至要跟国际刑警合作，半年、1年，甚至好几年。总之就是与浅湾海滩案无关。至于我为什么笃定他们，我发现了什么，我是怎么推断的，我没有义务来教你，你爱信不信，不信自己去查。我是没兴趣了，祝你好运，走了。小吴让人开车送送小南，别让他自己打车走了。好。对了，楚伯伯，夫妻俩应该还有儿子，在国外已成年，应该也是国际犯罪组织的成员，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死扛着的原因之一。另外，3人中主犯是马秋娟。好，路上小心啊。审了1个晚上，嘴巴真的硬。不过现在也急不得，还是515系列案比较重要。那个拐卖案给中2做。姐，515档案什么时候过来呀？明天早上吧。不过你怎么会认为他们跟515系列案没有关系呢？你之前不是说过，以现在的监控密度、人口密度，单独拐卖是不能实现的吗？挺复杂，结合现场环境来看，以他们的档案、笔录、审讯反应，姐，我能不说吗？累。说嘛，总不能是你胡诌的吧？你简单说说，总不能是你胡诌的吧？姐，你激我也没用，真的累。行吧，那其他不说，就说作为国际犯罪组织的底层办事人员，就不结私活的，无论自己拐了什么，一定是送给上级，所以他们牵扯的越大，与515案的关系反而越小。就比如罗珊珊案，凶手应该就住在槟城本地，把人卖给本地居民，本就违反组织规定。违反组织规定？懂得还挺多的。类似国际犯罪组织往往都会涉及违禁品走私、人口贩卖、器官买卖等，还在一些不稳定地区建立据点，培养武装力量。很多孩子都会被拐去，有的卖掉，有的自己培养，天赋高的也会被培养成顶级犯罪者，专攻暗杀、国宝盗窃、网络袭击与窃密等。但很残酷，
没有童年，没有亲人，无休止的训练，被淘汰的人会永远消失，活到成年的也会失去人性。说的那么邪乎，像电影似的，从哪知道的？网络上呗。好了，不听你胡诌了，我得去睡一觉，下午还得去走访排查呢。哎，姐，我有个问题。说，你说自从我落水后，是不是沾什么特殊体质了？你确实变化挺大的。哎呀，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在落水后的第10天，我们隔壁就出了凶杀案。虽然案子已经破了，但没过几天我们又去海边玩，我又挖到尸体。你是吴楠，不是柯南，不要胡思乱想。我睡觉了，自己玩。写完了。小南哥哥，你写这么快啊？太简单了。那小南哥哥，你要去警署？不去，今天到案还没到，今天没我的事儿。那小南哥哥，小磊，你还有这种衣服吗？衣服？什么衣服啊？就你身上穿的这种。有是有。借我。啊？大家好，我是吴小楠。大家好，我是吴小楠。我叫吴小楠。吴小楠，小南哥哥，你好奇怪啊！哎，少废话，你以为我愿意呀？那你干嘛穿成这样？人家是有原因的。哎，走，要不要去逛街？好啊。可是我作业还没写完，今天要写2页呢，题好难。哎呀，放心吧，多简单，回来我教你，走。真厉害，这小孩还可以啊！这。哇，好厉害！厉害啊！以后别来了。谢谢小南哥哥。哥哥啊？哎，好累呀，终于回家了。要不要帮你拿会儿？哎，不要，我的了。小南哥哥，不许晚回要哦。那么喜欢娃娃，下次多给你弄几个。哇！别挖了，大半天了，你是青蛙吗？哼，青蛙是呱，不是蛙。非洲有一种青蛙，它的叫声就是哇。哇，小南哥哥还去过非洲啊？何止是去过非洲？哎，是爸爸的车。爸爸，看到娃娃。哎呀，这是谁的娃娃呀？这么好看，这是你同学吗？这是小……小南。不是吧，姐？这你都看得出来？小南，我可是你亲姐姐，你怎么样我看不出来啊？不过我们家晶莹还挺好的，扮成女孩子还挺好看。你们俩去哪儿玩了？小南，现在外面多危险，你不知道吗？带着小磊到处乱跑，你不知道多危险啊？啊，危险？你们都说有什么危险，小南哥哥也说。
他还提醒我说一定要走有监控的地方，这样就会被保护。本来还能去好多地方玩呢，可是小南哥哥不让我去那边。小磊，你先回家，回家等爸爸好不好？好。姐，你不是加班吗？怎么突然回来了？我这不档案没带，回来就抓到你给我搞事情。赵叔，那你呢？你不该去省府开会吗？6点的车，回来收拾行李，这就走了。你别再给我扯别的，好好的跟我说，老实交代，今天干嘛去了？你们俩干什么？我又不是犯人，交代什么？交代什么？今天干嘛去了？观察监控啊，不同于特定公共场合的监控，比如公园监控，很多年才会更新一次，而城市道路监控会随着发展、新规划频繁变动。还有沿街商铺开关关的，很多都有门前监控，所以我需要亲自确认一下所有的监控分布情况。查监控就查监控，为什么要带小磊啊？学做一个女孩子，总得有参照啊。哼，还真想当女孩子。不对，小南你……我是饵，我一定会抓到他，无论谁做的，我一定会找到你。小南你……小南，你着什么急呀？京城的档案还没过来，你到时候看一眼，可能直接就找到证据了。你这种方法……赵叔，时间不等人，距离6月30日已经过去1个多月，凶手时隔20年再次作案，极有可能是不会停的。他随时都会作案，是随时。小南，我警告你，你不能这样。小南，你这个计划绝对不行，无论是从道德上还是法理上都行不通。我刚刚话还没说完，其实我的计划……我一定会抓到他，且一定不会有危险。你很聪明，也很勇敢，但是不行，绝对不行。那我换个计划。你换什么计划？你们都不同意，我只能换计划了。你不许有计划，听从组织安排，不许胡来啊！哎呦，不会啦，某人已经要用眼神吃了我了。我哪敢啊！走了。这孩子干什么都不交代。小吴，你别着急，等京城的档案调过来，我让老孙拿去给他看看，找点事儿。不过他也擅长这个，说不定还真能帮上咱的忙。不过他看得再快，这些档案够他看上1个月了。走吧。到，停！嚯，怎么一车厢都是？可不嘛，世界悬案了。当年皇家总署督办，查了好几年，没线索，查不下去了才不查的。这里面光是各种笔录就有数万份。怎么档案到了？人没到？分开走的。现在他们去高铁站接人了。哦，别聊了，快搬吧。黄董长，这边请。这案子前后查了3年多了，这是我的一个心结呀，20多年了，我总会梦到。怪不得您会亲自过来。档案接收没问题吧？我本想亲自押车过来，他们说太久，怕我熬不住，把我给拦下来了。黄董长，您放心，我们这边会尽快处理。这里怎么还有孩子？这是谁家孩子乱动的啊？你们边城是怎么管理金属的？黄董长，您误会了。你他妈还反！你要跟我动手吗？臭小子，我黄董长，别，你跟他计较什么？你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我现在就要！哎呦，好啊，厉害呀！你们冰城真厉害，就这么管理金属的，还跟我动手，让开！
孙猛是吧？你等着，我倒要看看你在这儿有多大能耐！无法无天，简直无法无天！庞董长，再怎么样，你也不能跟孩子动手啊！你说我跟孩子动手？你说我跟他动手？我想把他拎起来。这其中有误会。没什么误会。行，你们真行，等着吧。无法无天了，简直无组织无纪律，简直无法无天了！我才走了2天，你们2个上天吧！孙猛啊，孙猛，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我走之前怎么交代你的啊？我让你好好的接待，好好收收你的脾气，遇事别那么冲动。可你呢，直接把人给我打了。一接到电话，我都懵了，我还以为我前几天没休息好，我做梦呢。好家伙，我让你好好接待，你直接把人给我打了啊！署长，我承认我是有些冲动，可是我不能看着他打小南啊！而且他也不听解释。你犟，你还犟！你说你拦就拦吧，你直接把人给我干趴下了，怎么显得你比他年轻，显得你比他身手好吗？是我冲动了，我会去停止检查。你当然要停止，你不仅要停止，你还要撤职。我告诉你，总队长的位置，之后几年你想都不要想，这还是最轻的。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事情有多恶劣吗？我知道。你知道你还动手？楚伯伯，真的要撤孙叔职吗？现在是办案关键期，这也不能全怪他，他也是为了保护我。臭小子，我说他没说你是吧？啊，你，哎呀，你以为你年纪小我就不说你了吗？你说你动什么手啊？你有没有为你姐考虑过？无论我怎么对外解释，对其他人来讲，你都是以吴心妍家属的身份才能进的警署啊。是没人能给你处分，可是你姐呢？你以为你姐就没处分了吗？不是啊，他冲过来，我那是应激反应，而且我踢的是凳子，谁知道他那么激动。哎，都说孙叔脾气急，当初也没那样。20年呢！515案像噩梦一样缠着庞海20年。哎呀，让我缓一下，我真是被你们俩气死了。庞海当年30出头，他就已经是新城刑侦总队的总队长了。虽然说是个小地方，但是也说明他极其有能力。515系列案的前2年，都是他带着专案组调查，哪怕之后皇家总署督办，抽调了不少的专家，重组专案组，他也是副组长，核心骨干啊！他可是全程参与了整个系列案的全部调查过程。那几年调查出了不少事，有人直接转业，有人犯了错，那可不只是庞海的心结呀！我最近跟金宁省府沟通了一下，听说了不少事儿。本来呀，是不需要他亲自过来的，应该是京城市警署派人就行了。而庞海已经做到了省府警视厅的副总长的位置，是他主动要求亲自带队过来的。刚到啊，好家伙，他就看到一个小孩在那乱翻档案，你们跟我说他能不急吗？署长，我再去跟庞董长道歉。这是道歉能解决的问题吗？5天。什么5天？我5天内破案，能先别撤孙叔还有我姐的职吗？我只要5天时间。5天？你开什么玩笑呢？小南，我知道你具备了一些常人所不具备的能力，但是5天呢？你看档案都不够啊！平常人看几个月要，你最快也得要1个月啊！这还仅仅只是看档案。就5天，楚伯伯，我认真的。小南，别闹！你现在让署长死保我，为了破案，那万一要是案子没破呢？那不成署长包庇我了吗？会牵连你楚伯伯的。少拿话在这点我呢！我算看明白了，你们俩呀，我都这把年纪了，位置已经做到头了，过几年也该退休了。
我怕什么？但是啊，小南啊，5天，就5天。你知道当年前后参与调查那个案件的警员足有数千呢，查了3、4年都没有结果呀。小南，你凭什么？情况不一样了嘛？有什么不一样？有新案子了。新案件可没有太多的线索。虽然新线索不多，但推理空间不同了呀，其他可能性大幅度减少。什么意思？小南，你是有什么新发现没说吗？意思就是当年人口密度低，城市化程度低，监控极少，随机作案能不能破得看命，可能性太多了，得看凶手是否犯错，线索是否足够。否则呀，查得再久，调查人再多，没有巧合碰上就没有结果。而现在呀，不是这样，虽然是随机作案，但操作空间太少。所以呢？哎呀，行，好吧，具体推理情况我到最后再说，太长了，等抓到人之后我再做详细分析。另外，我已经确定了凶手的大概居住范围。什么？哪里？我只知道大致，还不能说出来。为什么？因为啊，那个地理区域啊也不小的。如果进行大规模排查，除非运气逆天，第一时间能抓到凶手的抽血化验对比 DNA， 否则会惊扰到他，他会潜逃，到时候啊，谁也找不到。那你要……我就要5天时间。楚伯伯，我会在孙叔、赵叔、我姐以及其他熟悉警察的帮助下找到凶手，但前提是孙叔以及我姐姐别停职，否则我刚闯祸，我说话也没有人听我的。哎呀，时间就是生命啊，楚伯伯，我不仅仅是为了谁，更重要的是为了那些被害人讨个公道，以及凶手近期有可能会再次作案，破案啊，越快越好。行，就5天，我会找机会跟庞海谈一谈，先稳住他。希望呢，他们看在我的面子上，暂时先别把事情闹大。不过这个案子，最后皇家总署肯定会派人督办的，相信要不了几天就会到滨城，到时候议论纷纷，这事儿啊，谁都瞒不住。好，就5天时间。不过楚伯伯、孙叔，我还有个请求。你说。保密，防止有人干扰我。谁会干扰你啊？哦，京城的人。哎，你们放心好了，你们俩把人打了，整个警署上下全都轰动了，都在议论纷纷，包括那些今天来的警员，相信很快就能了解到你帮警方连续破获大案的事情。所以呢，你不用担心，虽然他们可能不喜欢你，但是他们知道你的能力，不会干扰你的。哎，总之保密就对了，走吧。孙叔，我可是害了你啊！哼，你少来，我孙猛做的事儿啊，从来不后悔。哎，也是啊，今天要不是亏了你，我肯定闯大祸了。你还能把他怎么样啊？哎，反正啊，我是做好心理准备了。但是署长那边，本来说他要在署长位置上退下来，可是按照他的实际年龄，在退休之前还能动一动。他要是落下个包庇的责任，哎，我也好，老赵也好，都是他一手提拔上来的。虽然他平时总是骂我，但是还是挺护犊子的。哎，放心吧，孙叔，我一定会找到凶手的。先走啦。有事儿？我听很多人说过你，把你传得神乎其神。哦。听说你把汇总都看完了，有什么发现？还差一点看完。算了，我也是病急乱投医，20年的悬案，我竟指望一个孩子破案。唉，有发现的。要听吗？本来我是想看完后和孙叔说，让他转告你，让你调查。不过既然你来了，要听吗？找我回去调查？
那我倒是想知道，你得是有多大发现，能指挥我回去调查？年龄不对，还有身高对不上。嫌疑人初次作案时，年龄应该在24岁到32岁之间，其出生时间应该在1972年到1980年之间，这是经过缜密分析的结果。哪里不对？你们的结果除了一些线索交叉组合外，主要是基于心理学的分析。嫌疑人有严重的变态心理，或者生理缺陷，比如间歇性障碍，在京城具备独居条件。嫌疑人性格内向、阴郁，不善交际，但做事极有耐心，并且有明显的双重性人格，做事隐蔽性极强。有什么问题？根据以往经验，这类凶手的年龄普遍在25岁以上，因为功能性障碍在青少年时不会对本人造成太大的心理负担，但一旦人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这个矛盾就会显现。巨大的心理压力与外界的刺激会造成人精神崩溃，而出现变态心理。其实说起来，这些分析没有错。所以呢，你看出什么了？就将档案重复一遍。问题在于交叉线索极少，这只是分析，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去证明凶手的年龄，几乎是纯推论。你不是擅长纯推论吗？你在否定什么？人之所以正常，是因为法律与道德约束，因为是自幼形成的价值观与亲人的羁绊等等。如果将一群人丢在荒岛上竞争才能活，是个人就会变态。人正常的原因是相似的，但变态的原因可以有10000种，对吧？不可否认，你说的没错，但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支持下，你无法推翻之前的推论。你自己看。这些档案我比你熟，这些都是关于嫌疑人身高的部分。对，不再详细看看，我已经提醒你了，说不定你也会发现。我说了，这些我比你熟。嫌疑人最终的身高论证在1.65米到1.75米之间，相差10厘米，相差太大。那你知不知道啊？在刑事侦查中，线索不足、不准确，嫌疑人身高误差往往都在3到10厘米之间，这是没有办法的。你感觉有问题？没问题，最终论证结果一点问题都没有。以那个时代的刑侦技术与时代条件，这么大范围是没办法，没有更精确的线索。那你瞎说什么？你也没传闻的那么神啊。要不我再给你念一遍吧？不需要，我看过，我记得，直接口述就行。2004年8月25日，苏婉娜尸体被发现，而其失踪时间是8月8日，相差半个多月。人失踪于郊区土路，调查起来极难，就算有目击者，也记忆模糊。不过你们还是找到了一个疑似对象。据目击者描述，他当时骑自行车路过时，看到岔路那边有个身影。时隔半个月，他之所以还记得，是因为那身影捡起石头砸电线杆上的麻雀，泄愤一样连续砸，所以让他印象深刻。不过被害人是失踪在下午去亲戚家的路上，没人知道下午的时候那个怪人是否还在，时间对不上。而据目击者估算，嫌疑人身高大概在1.65米到1.73米之间，而你们第二次估算嫌疑人身高是根据一个脚印。你不用说的那么详细，捡重点说。好，04年1.65米到1.73米，05年1.65米到1.76米，1.66米到1.73米，1.64米到1.73米，06年1.65米到1.75米，1.65米到1.73米，1.67米到1.73米，07年1.66米到1.76米，1.67米到1.75米。你跳过了很多啊。对，虽然9起案子，但对身高论证的结果是有数十次，后面查的越来越细，通过一个目击者的描述寻找更多目击者，连时间都对不上，甚至会出现描述出身高不同的情况。我只是去掉那些重复的，以及在我看来毫无意义的。以当时的条件，失踪时间与案发时间总是有很大的间隔，监控太少，目击者记忆模糊，只能如此。大海捞针，但凡有一丝可能，我们都要努力去查，并且把它记下来了。所以我已经说完了，你没发现吗？你在故弄什么玄学？再不说我走了，没时间哄你。04年1.65米，05年虽然有更低的身高判断，但1.66米的身高判断是首次出现。06年虽然也有更低身高判断，但1.67米作为最低身高也是首次出现。你不觉得他在长高吗？我知道
你们在估算身高时会考虑很多情况，比如鞋底厚度无法判断，2厘米、3厘米都有可能，还有发型高度、有没有戴帽子以及参照物高度等等。再加上当时土路居多，凹凸站的位置不同，会形成视觉差，这也是估算范围会很大的原因，上下都会多加减1-2厘米做余量。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嫌疑人在05年依旧出现了1.66米的最低数据，06年1.67米，也就是06年的最初数据，最低身高是1.69米。假设他鞋底偏厚，才减到1.67米。你不用再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的意思是，他作案时还是青少年，所以你认为当年专案组对其25岁以上的论断是错的？差不多。青少年。虽然在科学上，男性骨缝闭合是16岁到25岁之间，25岁之前可能持续长高，但现实情况是极少有超过20岁还长高的情况，所以我便认为凶手当年作案17、18岁的可能性最大。本就家庭不幸，再加上毕业考试失利，当然更大更小都有可能，早晚1年上学、高中辍学等情况都有可能，更早辍学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青少年？等等，不对，你这个太牵强了。我记得曾经……怎么说？首先，你所说的这个数据，是你特地挑出来的。你找到的这个规律，如果放在数十次的论证数据中，更像是一种偶然性。其他的更多的数据反而能够证明，并非是持续上涨。然后呢？你继续说。然后，时间太长了，但是我隐约记得，有人提出过一个蛮年轻的小警员，提出过跟你相似的结论，提了几句就被否了，太牵强。且与25岁以上的推论相悖，会推翻很多调查结果的。而且，就算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去查，哪怕只有1丝可能，那也应该去查。但这根本无从查起啊！当年的青少年数量太多了，凶手的作案范围并不只在主城区，而是包括周边村县，而且这都过去20年了。看来你是真想破案啊！少废话。想破案的话，还得先听我说完。不过你得先回答我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你们当年的专案组里有民俗专家吗？没有。你问这干嘛？没有。那我接下来要提的关键线索，应该不会再出现当年谁提过的情况了。什么线索？东南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地区，近7亿人口，90多个民族，而我国近上亿人口，既是移民输出国，也因历史原因有大量移民，大概占据总人口的7%，以上世纪的劳工及后代为主。继续。你真是破案心切，你是第一个明明跟我有矛盾还是有耐心的人。能破案，你再打我一顿都行。我不是故意的。说案子。我想说的是，我国多民族国家，人口结构复杂，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也产生了不同的历法。历法？官方采用的公元历法，但在民间还有佛历、印历、泰历、华历、维克拉姆历，还有很多宗教历法等等，非常复杂。而我们官方证件上并不会标注民族成分。所以，你最想表达的是，凶手可能是外来移民后代？不，我想说的是，20年前的9起案子，其中一共有3个，日期比较特别，分别是2004年8月8日、2005年7月28日、2006年7月18日。哪里特别？规律吗？都有个8。如果硬要说规律的话，凶手喜欢在1、2月份、7、8月份拐人，但这并不绝对。这3天是马努历6月23。马努历，这是在古时以月相周期形成历法，在整个东南亚乃至整个亚洲，很多国家都有。不过因为地理位置与传统文化，历法时间上存在部分差异。而在国际翻译上，这个历法它有一个统称，叫做传统阴历。同一天，阴历6月23，会不会很巧合呀？如果硬说是否有巧合可能，那当然是有的。但一共9案，9个失踪时间，其中有3个都是在马努历不同年的同一天，这未免也太巧了吧？
每年可是有300多天呢。如果纯随机选择时间作案，连续3年同一天都刚好作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更重要的是，阴历6月23日第一次出现，并不是加在9次的中间，而就是9起作案的第一次，是他变态失控的开始。之后无论每年做几案，6月23日必作案。这很明显证明了6月23这个日期显然是有某种意义。而我确认，按照马努历，6月23并非什么传统节日，也并非纪念日，相同历法的宗教节日也对不上。生日、忌日，显然是生日的可能性更大。如果真的是在谁的忌日作案，有祭奠的意义或复仇的意义，那么那些被害人的死法是不对的，选择的目标也很奇怪，只敢对弱小下手，他本质就是懦夫，怎么可能是为了祭奠谁，或者是复仇，铤而走险？而如果是生日的话，当然不是庆祝，而是凶手养成扭曲变态性情的一环。本来是庆祝的一天，他就感觉糟透了，这会放大他一直以来的负面情绪，走向极端，向无辜者施以暴行，从而一发不可收拾，彻底变态。有道理，非常有道理。但是，所以新的问题产生了。什么问题？你觉得在具备作案能力的前提下，在什么年龄段的人会更加在乎自己生日过得好不好呢？青少年，极其敏感的时期。操，他是青少年，天才，你他妈就是个天才！青少年，你说身高的问题，就是为了这个？是啊，其实我在刚看他几十组身高论证结果的时候，有很多结果。他在长高，这只是其中一种，确实牵强，有可能性而已。但当我反复看他的作案时间，也就是被害人失踪日期，我发现了，一旦不同线索形成的推论指向了同一结果，互为佐证，那么是巧合的可能性就大幅度降低。另外，我刚刚还在网上查了查，2007年8月5日，京城博纳县发生一起失踪案，有新闻的，年龄、性别都对得上，人是彻底失踪了，之后并未发现尸体，直至今日都是失踪悬案。没错，2007年8月5日就是马努历6月23。2个结论：第一，凶手不是3年连续作案，而是4年，这能更加证明我的推论。第二，凶手当年作案并非9起，而是更多，只是有些案子因为各种原因没发现尸体，也就从未与515系列案并案调查过。你该订票上路了。啊？凶手在2004年首次作案时是青少年，马努历生日为6月23。如果他首次作案时刚好18岁，那么他的出生日期便是1986年，阴历6月23，公历7月29。如果首次作案时是17岁，那他公历的出生日期就是1987年7月18日，以此类推。但我无法知晓他的出生地是否本地出生，迁居后户籍是否迁过来，都无法判断。而且我认为，这种做下连环案又消失20年的凶手，他可能舍弃了自己原本的身份，在生活走向安定后，与过去做一个割舍。所以，仅靠户籍系统按照出生时间、出生地查，数量太多，嫌疑太大。而且受限于当年条件，如果是早就弃用的身份，户籍系统也会遗漏。户籍系统在全国联网也才是最近10年的事，但他一定在本地上过学。按照我国的教育体系，他至少应该上完初中吧。当然，小学辍学根本没上过学，在当年并不罕见。但我认为他应该上过学的，因为过早进社会的人大多数普普通通，一些会成功，一些会学坏。杀人放火都有可能，但因为经历过社会上摸爬滚打，有太多机会，太多方式释放内心阴郁，不会堆积，反而不会变得那么扭曲、变态、极端。所以，学校对，受限于当年的网络普及程度，你现在必须带人去查学校当年的纸质档案，这个最准确。
不仅能知道当年是否有过处分、退学、考试成绩，能做综合分析京城以及周边县村的学校，虽然也不少，但考虑到当年第一个受害者失踪位置，你应该知道先从哪几个学校查起。我现在去寻找。等一下。啊？注意保密。保密？皇家总署会派人来并案处理挂牌督办，重新成立专案组，很多时间都会浪费在走流程以及开会上。而你是金陵省警视厅副总长，正因为位高权重，反而不会让你去参与一线调查，他可能会让你回去，不再参与后续。20多年的噩梦心结，你不想亲手抓到他吗？想，我当然想。我无数次做噩梦，我想看见他的脸，我想亲手，所以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层层上报与开会上。你这次过去，只要给我几张嫌疑人年轻时的照片，我保证在皇家总署介入前找到凶手。好。还有，今天是2025年8月10号，而本月16号就是马努力的6月23。我们时间不多了。小南，他没找你麻烦吧？没。这附近能避开所有监控的路线，应该只有2条。丫头，等一下。小朋友，你这瓶子还要吗？哦，谢谢。啊，这丫头长得可真俊啊！姐，排查的怎么样了？那天学校放假，好多家长来接触校生，所以那个监控里人很多，车很多，看不到什么。你今天怎么没去署里啊？你们都没去，我一个人去干嘛？你还知道不好啊？怎么，我们小神探现在不查案了？怕案情难度太高，破不了案，丢人吗？姐，打击我是你的乐趣吗？我真的不是打击你。是因为按过往的经验来看，没人能100%破案，也不是什么案子都必然能破，只能尽人事听天命。经历了这种事情越来越多，挫折也会越来越多。你看，就像515系列案，当年可是几千几百号警察在查，那个笔录都有几万多份，不还是最后破不了？我只是希望你压力不要太大。其实你不继续参加也好，那些档案够你看几个月的，但是也过不了多久。皇家总署会来人，到时候不只是你，我，还有你孙叔，都会因为犯了错误靠边站了。唉，姐，你怎么不骂我呀？骂你干嘛？我连累孙叔了呗。你说的什么话？明明是你被欺负了，我们为什么要怪你？哎，你好。吴新言同志，我是庞海。啊，庞所长，你好，不好意思啊，上次的事情我替我弟弟再次向您道个歉。不必了，他电话多少？我这儿没有他联系方式。庞总长，事情那么严重吗？别跟他计较吧。我并没有计较，是关于案子，我要跟他对一下情况。你要跟他对案子？那你等会儿，他在我旁边。找你的。我是吴楠，你说。好，时间来得及，辛苦了。好，我电话是，有情况随时打给我。那行，先这样啊。好。吴楠，
老实交代。交代什么呀？你跟庞总长对案子？哎，讨论讨论呗。姐，我已经和庞总长和解了。还和解？人都被你气走了。哎，小姑娘，你知道泰丰巷怎么走吗？那边右转，第3个口就是泰丰巷，有牌子的。好，谢谢。老板，可乐。3块。哎，小姑娘，你是新搬来的吗？我这几天怎么老是见到你啊？啊？喂，庞叔。我巧了。不好意思啊。没关系。小姑娘，你一个人吗？怎么也不说话？别一个人在外面跑，赶紧回家。你有事儿？果然啊，除了我姐，没人认得出我。你吴楠，你穿成这样干嘛？破案呗。破案？你这样做，你姐知道吗？赵队知道吗？他们当然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样做有多危险？当然不危险，但我暂时不想解释为什么不危险。总之，你能别在这附近转悠。就算你开的是私家车，人家未必知道你的车牌号，但也肯定认识你的人。你影响到我了。我知道你在巡逻，你放不下心，你怕再出事。哎，你是个好警察。你那天给受害人家属打电话，我看到了。我女儿也走失过。哦，那只是个意外，但很快就找到了。但我特别理解他们的心情。与女儿关系缓和了吗？好多了。我找人详细打听了，也听说你最近的事。你确实是有本事，以前是我小看你了，但我还是会把情况告诉赵队和你姐，不可能让你再以这种方式查下去。大海捞针，毫无意义，且危险。并非大海捞针，你不理解我很正常。在我做汇报前，没人会理解我。有些异想天开了。我现在至少锁定了10几个疑似嫌疑人。谁？急什么？我抓他只有1次机会，这个凶手太重要，一旦抓错了，把真正的凶手惊走离开本市，恐怕就再也找不到了。所以我还需要等一等。你唬我的吧？牛皮吹上天了，就是不想我举报你。喂，庞叔。这次只有3张照片，还有档案，你看一下。好。你，嘘。找到你了。谁？凶手。凶手？谁？看你又急。虽然我现在只有9成把握确定是他，但并非绝对。这世界上长得像的人是有很多的，更何况20多年的容貌变化会很大。我说了，我抓他只有1次机会，我需要抹掉任何不确定性。什么长得像？什么20年？哎，安了，他至少在8月16号再次作案前，他不会离开槟城。什么？
8月16号还要再次作案，你怎么知道？有支笔吗？有。来。你到底……嘘。他应该不是熟脸吧？有电脑吗？借我用用呗。有。喂，庞叔，回来了没啊？再有几分钟，高铁进站。啊，那我把位置发你一下，你看一下。你找到他了吗？确定是他？过来吧。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那个什么孙猛，他人呢？我让他回家反省了。你们滨城这是在搞什么？这可是世纪悬案，添一个孩子的就能破案，还把人给打了。金宁省的电话都打到总部了，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行了，何市长在这儿，滨城的情况。事实没有调查清楚之前，还轮不到你在这儿说三道四。何市长、楚署长，滨城的问题，我相信你们一定不会徇私，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咱们还是继续开会，还是破案要紧呐。好，何市长，周末还年轻，他不是冲你的。你们滨城这是在搞什么？别往心里去。喂，小南。孙叔，什么情况？皇家警察总署来人了，署长让我们先躲躲，避避风头，免得到时候碰了面下不来台。这么快就来了？我姐说不是还要几天吗？秘密过来的，之前没人知道，主要是515案一旦重启调查，是会影响太坏。他们先过来了解下情况，再讨论并案公开的事。什么？没，暂时还没设置，等他们开完会。不是庞总长，是他身边跟过来的那个，把事情捅上去了。我看啊，他未必是为了庞总长好，本来双方都有责任的事，他擅自把事情捅上去。孙队，算了，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你有事吗？今天没见，想你孙叔了？地址？什么地址？小南这什么意思？这他也没说清楚啊。喂，魏所长，小南让我打给你们，带好装备过来会合。会合？什么会合？小南找到凶手了。什么？小南跟你在一起？他刚打车走，说要回去开个会，还说他要在车上整理材料，别打搅他，把我电脑都拿走了。关于被害人的人际关系，目前已经排查到。进。这么重要的会议，一点规矩都没有。能换我来讲吗？我已经找到凶手了。凶手找到了。小南，哪个案子的凶手？小南，你别。805浅湾海滩腐尸案以及515系列案的凶手潜逃20多年，前后共害15人，我找到了。荒唐，连受害人数都搞不清楚，
你们滨城。哎，大家坐，大家坐啊。小南，何伯伯不信我？这不是伯伯信不信你，而是今天的场合非常重要。如果你包含我的私人调查，没人能说清楚情况。小南呐，伯伯就问你一句话：是纯推断，还是有确凿的证据？有证据，万分确凿。魏所长，魏所长，你要的设备已经准备好了。好。庞总长，庞总长，庞总长，什么情况？小南呢？小南回去开会了，具体情况他让我。大家好，我叫吴楠，下面就由我向大家讲解针对805浅湾海滩腐尸案及515系列案的分析推理过程以及结果。开始吧。请允许我先概述一下浅湾海滩腐尸案及515系列案的基本案情。陆总监，我记得当年你在海东省任职过，对吧？对。那你应该认识郭老大吧？认识，共事过，也是老交情了。他现在可是风生水起啊！今年年底，位置恐怕要动一动，不是调任警察总署，就是海东警务的一把手了。何市长也跟他认识？不认识，不过他认识。他是郭老大的亲外甥，他家里4代人从警，可以说是警察世家。他爸妈6年前因公殉职，现在是他姐姐带的。而他天赋异禀，智商极高，可以说是天生的神探。看来老庞是有些冲动了，不过我还没亲自跟他聊过。没有谁对谁错，都是为了办案嘛。这小子的确是个好苗子，但所谓的天生的神探过誉了吧？515案当年我虽没参与过，但具体的办案过程我是清楚的。几千人破不了的案子，不过他小小年纪在台上把案情分析得这么详细，却毫不怯场，已然是了不得了。看吧。以上便是515系列案以及805腐尸案的大致情况。下面我来说一下专案组方面的最新进展。大致情况就是这样，我现在也可以排除犯罪嫌疑人在店里的可能性。连续多日下午关店，嫌疑人就住在里面，我没敢靠得太近，防止嫌疑人突然下楼注意到咱们。好，那我来安排一下下面的行动。魏所长，你安排人先过去侦查一下，嫌疑人有没有在楼下布置监控？是。小沈，你才调过来没多久，犯罪嫌疑人就算下楼也不会认识你，你去。是。好。老孙，那边你去侦查一下。是。小吴，去那边侦查一下。好。我们有7个人，没问题了。小南还有什么安排吗？啊，小南说抓捕行动开始前他会联系我们。自案发后，赵叔从全市抽调警力，排查了罗珊珊失踪当天在相应时间段下出现在附近监控下的1375辆车，对非本人驾驶情况做了监控甄别。除了电话联络外，还走访调查394人，笔录509份，提取 DNA 生物信息116份，全都送往省府进行加急对比。另外，被害人的人际关系也排查了。小朋友，我不得不打断你一下，咱能别再重复了吗？你刚刚说的这些，我们刚刚开会的时候，楚局长已经详细讲解过了，我们也都清楚，你就不用再重复了。从你一进来就夸下海口，咱能直接说重点吗？想要说出问题，就得先说明问题本身。我跳着说，我怕你听不懂，你别打断我。你回到案子 ，OK。既然你们已经了解了案情进展，那我就换个角度。其实从一开始，我就不认为凶手是驾车作案，也不认为是被害人某个亲属的蓄谋作案，也更不可能是某个学生、家长、教职人员作案。预谋作案的可能性极低。先说预谋案的可能性，分为2种情况。第一种，凶手认识被害者，打算趁着放学混乱时将人拐走。第二种，凶手不认识被害者，打算趁着放学混乱时绑架非指定目标，刚好选中了被害人，
然而结合凶手过往作案习惯以及6月30日当天下午的情况，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不成立。太绝对了吧？放学混乱是因为当天放暑假导致的，人多车多意味着人多眼杂，甚至发生了大拥堵。附近多个路口有交警现场指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无论是拐卖者也好，绑架勒索者也好，亦或者本案凶手，选择谋划当天作案的可能性极低，其风险过高。基于这一点，凶手驾车作案的可能性也极低。首先是大拥堵，短时间走不掉不说，他的作案行为很可能被某个行车记录仪拍下来。其次是现场路况，车是无法开进附近巷子的，如果想要离开现场，必然经过某个主路口监控。而凶手既然是515系列案的凶手，那他就应该知道警方对他的侦查力度。凶手当年连续作案10多起，依旧逍遥法外。我必须假定他拥有极高的反侦查能力。我能想到的，他一定会想到，他不会给自己留下那么多的破绽。确实有点道理。那你又怎么确定凶手非其他同学家长或者教职人员呢？这未免太绝对了吧？因为凶手大胆。大胆？凶手处理尸体的方式是埋在浅湾海滩的岸边，那可不是什么荒郊野岭。凶手并未毁尸灭迹，甚至留下了自己的 DNA 生物样本，包括那颗烟头里。他等待着尸体被人发现，他在挑衅警方。而我刚刚说过，作为515系列案的凶手，他不可能不知道警察对他的调查力度。而随着时间推移，案子会闹大，会轰动全国，会有数以万计的人被做 DNA 对比，包括所有年龄合适、具备作案时间的男性家长以及教职人员。案子拖越久，调查力度越大，没有人能逃过，一如当年。所以，如果凶手是与被害人存在某种直接、间接关系的人，那他应该选择毁尸灭迹才对。可他没有，更不可能会被专案组拿到 DNA 样本。可我们偏偏找到了。你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吧？照你的意思，检察组就不用再查了。排查了那么多人，在你的推理当中，竟然没有一点意义。我有说没有意义吗？有意义，甚至可以说非常重要。不是所有案子都在第一时间找到正确的调查方向。刑事侦查就是要在无数错误可能中寻找最接近真相的结果。小朋友，你连受害人有几个都记不清楚，还来教我刑事侦查？专案组近日来的大规模排查，为本案调查解决了很多问题，意外、巧合以及完全不可预知凶手的心理状态。意外也好，巧合也罢，他可能确实开车了，本没想作案，但这世界上总会有一些极小概率的事情，一系列无法预知的情况促成了最终结果。当机会就在眼前，他只需要一瞬间的心思摇摆。而凶手的心理状态，据我对凶手的心理侧写，他时隔20多年再次作案，极大可能是生活出现了巨大变故，家庭或事业使他再次走了极端。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预知凶手是否出现了某种，比如说自毁倾向，或者说是变态。他想要跟警方玩一场游戏，比一比，在警方抓到他之前，他究竟还能再做几案。他是一个变态，他很可能会做出反逻辑的行为，所以我无论怎样推理都有可能是错的。而专案组的大规模排查帮我弥补了这部分。我没有错，那种极小概率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他没有开车，他与被害人没有直接间接关系，他依旧对陌生人随机作案。结合现场环境来看，他应该是步行走出巷子，站在巷子口，刚好看见被害人突然有作案的想法，亦或者是被害人主动走入巷子，比如想跟某个同学开个玩笑，躲在巷子里，然后突然跳出来吓人一跳，刚好被巷子里的凶手看到，等等情况。而在案发的第4天，我看到了京城送来的515档案，大概翻了1天，我在其中找到了一个重大调查错误，或者说是新线索。真是够了，错误？你就翻1天，就敢说当年的调查有重大错误？你是神仙吗？1天时间能翻1卡车的档案，简直是胡闹！表舅，就这么让一个孩子在台上胡言乱语，我看滨城是越来越不像话了。表舅，周末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工作的时候称职务。坐下。是。陆总监，他是远房亲戚。自从他给我当助理后，聊起了他的老家，发现我们祖上还有些关系。
你说完了，我可以继续说了吗？小朋友，我倒是很想知道，当年几千人查了3年的档案都没有破案，你仅查了1天，能发现什么错误？而且还是严重错误。你好，警方办案，借用一下你家窗户。警官，对面是有坏人吗？嘘。大爷、大娘，你们不用紧张，我们很快就会行动，把坏人抓走。好的。对面的房间只有嫌疑人1人，没有其他人活动迹象。对面的房间只有嫌疑人1人。收到，继续盯着。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发现。魏组长，环境比较复杂，我们得这样过去。综上所述，凶手疑似在长高。凶手在自己生日当天首次作案，且每年生日皆作案，互为佐证。凶手作案时是青少年的可能性极大。青少年。还有，按照他过往作案习惯，既然他今年已经再次开始作案，那么今年的马努阴历6月23，也就是3天后，他必然会再次作案。青少年，对呀，青少年。楚署长应该马上派人，不，总监，我立刻带人去金城，亲自调查学生档案和当年的户籍。不劳你费心了。你怎么不早说？这么重要的线索，前几天你已经发现了，为什么不及时汇报？而且凶手马上要再次作案，你故意隐瞒，这样是会耽误破案进度的。你怎么知道我没说啊？你蛔虫啊，天天跟着我。你在做出推论当天，我与庞总长便讨论过，他因此连夜回了京城调查。但实际上，这条线索可能有用，也可能没用，因为在那个时代，普遍存在一种情况。为了上学而改变年龄，也就是说，凶手过的是自己的真实生日，但其登记上未必是真年龄。一旦如此，这条线索很可能会断掉。可时间不等人，所以我不得不做2手准备。根据我的推理，结合专案组排查情况，我已经可以确认凶手大致的活动区域。我实地调查过周边监控，包括商店监控。在罗珊珊刚失踪时，辖区警所便走访调查过。而随着尸体被发现，进行了更大范围调查，却没有任何发现。以如今社会的监控密度，他竟能避开所有监控以及目击者，包括附近商店老板、店员、来往客人，他还是不行的。不同于广场、公园、景区等场所，监控设施很多年才会更新一次，而街道、居民区、商铺等监控会受到城市规划的影响、经营情况等影响，经常发生变动。可他完全避开了，这说明他长期在那附近活动，可能是工作原因，他有可能就住在那儿，或2者兼有。他对那儿熟得不能再熟了。而如图所示，我还真找到了2条能够完全避开所有监控以及大部分人的路线。路线有重合，姑且算2条吧。走的不是巷子，是背街。街区极为老旧，多年前就有拆迁传闻，很多人都搬走了，以至于非常冷清。但人再少，哪怕是巷子，长时间徘徊也很可能遇到路人。凶手绝不可能带被害人走太远，这说明他没有在赌，这更加证明了他就住在那儿，或者说是有了落脚点。考虑到6月30日放暑假，学校提前放学，时间与居民上下班买菜时间刚好错开，凶手应该知道在那个时间点很难在巷子里遇到人，所以他才敢突然决定作案。因此结合以上推论，在庞总长回去调查的这几天，我去那附近转了转，这也是我为什么穿成这样的原因。我必须要先声明一下，这部分是我的擅自行动，我并没有提前告知任何人。其次，没有危险。实际上，在最开始时，我确实有冒险的想法，但被阻止了。无论从法律还是道德上来讲，都不该是我去。这一点，
我很认可。但当我看过515档案后，我改变了主意。既然凶手如此追求仪式感，那么距离他生日太近的时间反而不会有所行动。我的目的是想让凶手注意到我，哪怕只是远远的看我一眼。我这副装扮本就很吸引人，哪怕就算是普通人都会多看我一眼。2个问题，你问。第一个，就算没有危险，那你又怎么保证凶手当天正好会下楼，而不是去其他地方？第二个，就算他看到了你，就像你说的，正常人都会多看你一眼，那你又怎么能认出真正的凶手呢？简直是荒谬。第一，专案组在主街那边排查，凶手大概率会关心进度，但他连挑衅警方的事情都做得出来，我不觉得他会躲出去。而且从被害人尸检报告上看，检测到酒精成分，应该是被害前曾被灌过酒，这是515系列案从未出现过的情况。这说明最近他开始喝酒了，或许是近些年的习惯。再考虑到他是遭遇变故才再次开始作案，他甚至已经开始酗酒，而与尸体一同被发现的还有一颗烟头，这说明他既抽烟又喝酒。他总要下楼买吧？刑事侦查不试试怎么知道？更不要说这种极大的可能性。第二，我能记得看到过的任何事、任何人、任何细节。如果一个人频繁多次的看我，哪怕相隔多日，我都会记得。这是我的个人能力，我并不需要向你证明。牛皮吹上天了吗？时间差不多了，那我就加快讲一下。在今天上午，我再次收到了庞总长发来的调查档案，这次一共有3份，其中这一份。这个人就是凶手。凶手，他就是凶手，他是凶手。在京城附近周边地区，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有很多，但庞总长的调查是仔细的，在他那一步就为我排除了许多。虽然有的人年龄与生日符合，但长期在其他城市活动，不论是手机号还是信用卡都可以证明其近些年并不住在槟城。还有的上大学的、开公司的、早亡的等等。排除很多后，他前后一共给我发来了8份档案，每一份都有问题。比如这一份，卓磊，男，1986年公历7月29日，阴历6月23，曾就读于京城高级学院。2004年5月26日，因故退学。当年18岁，正在上高3，距离毕业考试只剩下1个月。而他的身份信息到2008年初后再也没有使用过，手机被停机收回，没有购票记录，也没有办理过银行卡。我认为凶手是舍弃了自己过去的身份，通过了一些非法手段获取了新的身份。等等，好烦呀！你刚说这8份档案都有重大嫌疑，那你怎么确认那他就是凶手呢？那你记不记得我才说过？我记得，这是我根据凶手18岁时模拟画出来他如今的相貌，这能让我更好的回忆。考虑到被害人的体重、凶手挖坑埋尸等情况，他身体应该不错，不会太胖。我画的稍微有些发福，也能更好的看出来符合中年人的面部情况。而这个人我曾见过。4天前下午3点半左右，3道巷，我在将瓶子递给环卫工时，他从巷子尽头 T 字路口经过，身穿灰色上衣、绿色长裤，正在打电话，曾看向我。还有3天前10点17分左右，他正在九干街正恒五金店门前正在抽烟，并看向我。还有今天上午南道街街角的炸鸡店，我才吃完饭出门，他与我擦肩而过，撞了我一下。另外他还有一辆车曾停在五金店门前，以及出现在了炸鸡店附近路边，但我不觉得他第3次是跟踪我，不然早被我发现，应该就是又遇上了，他注意到了我。至于他为什么撞了我一下，我很难揣测他的变态心理。你这是在讲故事吧？这些可都是你的个人记忆，你只是记得，那证据呢？想要证据是吧？我满足你。我根据凶手的车牌号以及五金店牌匾上的电话号码做了对比调查，车主与店主是同一人，这是他如今的户籍信息，名叫丁瑞鹏。通过网络追踪，我找到他的社交媒体账号等信息。我虽然坚信我的记忆，他现在的户籍照片与我画的极其相似，巧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抓他只有一次机会，我还需要更确凿的证据，比如这个，这是他去年7月28日的社交动态，却不是他如今证件上的生日时间，而是马努阴历6月23。他依旧在过自己的真实生日，并一定对亲朋撒过谎，编造了日期与证件不符的原因。就比如说，当年为了上学而改了年龄，桌子上有2只碗，根据户籍信息，他3年前就已经离了婚，前妻已经离开本市，2人无子女。而从他3年前更新的动态来看，这个给他做饭、陪他吃饭名叫小玉的女人，就是他3年前的出轨对象。而今年的5月17日，他发了这样一条动态，2人必定闹掰了。虽然无法知道具体发生多大矛盾，但这不重要。仅从容貌、生日、近期变故等等情况来看，我不相信还有任何巧合成分，他就是凶手。而让我更加吃惊的，凶手的变态程度竟然超乎我的想象，他竟然在网络上留下了他作案的直接证据。在今天上午，我在查看凶手关注列表时，发现了一个账号位数极少、注册于0几年的老账号，名为 X。我点进去看了看，注册于03年，停止更新于07年，更新内容也不多，一共10几条。而凶手现在的账号注册于09年，他为什么要关注一个早就不再更新动态的僵尸账号？这是一部分人的习惯。当一个人持有多个同平台账号时，为了怕忘记老账号以及小号的登录信息，所以选择自己关注自己。而我当时便认为，这个账号就是他当时学生时代的号。我通过了一些技术手段登录上了这个账号，在里面找到了一个隐藏的私密相册，包括他今年6月初上传的罗珊珊在内，一共14名被害人被害过程的照片，被害人一共15个。2004年第一案的被害人照片并不在其中，这应当是他首次作案时还没有具备拍照功能的手机和相机，第一次是在极端情绪下作案，而之后他特意去购买有拍照功能的手机相机，为第2案做了准备。那还等什么？现在就要抓住他！陆总监，我现在就带人去。不必了。专案组已经在行动，滨城刑侦总队刑警吴新言，重案1组组长、副总队长孙猛，滨城3龙警所所长魏庆年，金宁省警视厅副总长庞海，以及多名3龙警所警员，已将嫌疑人住所包围，即将采取抓捕行动。我是吴楠，听得到吗？听得到。赵叔。我是邵成龙，收到请回复。收到。现场情况如何？已经勘察周边地形，并且向社区了解过他的近期情况，封锁了2个路口，对嫌疑人房间进行了隔窗侦查。目前只观察到嫌疑人1个，未发现其他人员存在，无法确定嫌疑人是否持有武器。随时可以开始抓捕行动。行动。是。你们在滨城都是熟脸，我来敲门。谁啊？水务公司，之前给你打过电话，换智能水表的。来了。你好，麻烦开下门。别跑！小吴，这边。还跑吗？想死的都给我滚开！
为什么要跑？为什么要跑？说，你是不是认识我？庞海、许作则、周勇、江德、叶桂兰，20多年了，你们还没有放弃找我？这些名字是？这是515系列案的骨干刑警，在515专案组结束调查后，从各地抽调来的精英离开，京城方面却从未放弃过。每隔几年都试图重启案件，包括私人调查、追凶20年，他们从未放弃过。报告队长，抓捕任务成功。收队。那么10年了，那可是整整20年啊！哎呀，精彩，太精彩了！天才呀，真是天才呀！厉害，太棒了！报告队长，抓捕任务成功。收队。姐，翻窗姿势要帅，都看着呢。为什么要跑？为什么要跑？喂，姐，怎么了？你知道我会翻窗？推算的呗。别跑！你动作最快，身手最好。你知道庞总长会去敲门？他有执念。你勘察过地形？没特意再去看，这几天在附近转，所有的地形建筑我都记得。所以你提前推算出庞总长会主动提出去敲门，推算出嫌疑人会因为认出他翻窗逃跑，也推算出我会翻窗追他，让你孙叔在路口等他。是啊，姐，你弟我厉害吧？小南，怎么了，姐？你忽然间让我觉得很害怕。害怕？怕什么？放心吧，姐，只要有你在，我永远都会是个好孩子。我是世界之王，世界之王，世界之王。哼。DNA 比对结果还有1天就出来了，哪怕是零口供，也够枪毙你几10次了。交代吧，为什么？时隔20年，你又带走了一个无辜的生命。我那天心情不好，他把我的钱全都卷走了呀！张玉那个贱人，我为了他离婚，他就迟迟不肯嫁给我。这么多年，他花钱大手大脚的，他还骗我说什么买房，他跑了呀！你他妈就因为这样杀人啊？小吴，别冲动，为这种人犯错不值得。他是人吗？他是个人渣，是个变态，他不配！别打我，别打我，我交代，我跟什么都交代。凭什么？我又做错了什么？他们根本都不要我。那个贱人，他宁可把钱给那个野种花，都不愿意给我交住院费。他说看见我就觉得我恶心，看见我像看见了个狗东西一样，他想吐，他后悔把我给生下来。所以呢，就是因为你父母对你不好。从小你父亲对你频繁的家暴，甚至在你毕业考试前1个月把你打得住了院，让你被迫退了学。你母亲也更偏爱她出轨生下的那个女儿，也就是你同母异父的妹妹。你感觉不公平，两人还在你住院的时候，因为医疗费过高大吵了一架，双双抛弃了你，把你留在医院里自己等死。对，对，我感觉糟糕透了。
我越想越觉得，那这是你伤及无辜的理由吗？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活在地狱里，他们把我当狗一样看待。我活在地狱里，地狱里，地狱里！你要是真活在地狱里，你就不会遇见一个好的医生，为你付了所有的医药费，出院的时候还给了你一笔钱，对不对？是你说的吧？啊，是你刚才说的吧？是，你选择了记住所有不好的回忆，你却忘了这个世界对你的好。你明明已经逃离了那个糟糕的家庭，你可以重启自己的人生，你往前看。你呢？你选择了伤害无辜的人。丁瑞鹏，你他妈还是人吗？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不是人。第一案后，为何还要做第二案？紧跟着后面所有的案子，把具体情况说一下。为何？为什么？愉快呀，非常愉快，这种感觉我从来都没有过。世纪悬案告破，血魔再现，515系列案真凶再作案，滨城警署急速破案。哎，那个，吴警官，怎么了？说起来，我应该叫你一声学姐呢。咱俩一个高中的，我比你小2届。是要我电话号码是吧？小南跟我说了。不是，我不是要你电话。吴警官，你看能不能把南哥电话给我？啊？我问他要了，他嫌我烦没给我。你自己不也是警察吗？想要他电话号码，去警务系统查不就知道了？哎呀，我查过了，他很奇怪，系统里的关于他的联系方式都被删除了，所以他很神秘。不必了，他电话是多少？给我一下，我在系统里没找到他的联系方式。吴楠，听说你还帮了女孩子，超可爱的。对呀，带上嘛，带上我们看看，我们都没有看到，带上姐姐拍张照好不好？吴楠，你给我老实交代。啊？我又咋了？你的电话号码为什么警务系统查不到？你是不是又黑进去了？别跑！我保证不打死你！别跑！舅舅又来电话了，希望我们能过去。爸妈，你们放心吧，小南他现在很聪明，而且他已经答应我，将来一定会成为一名警察。他虽然平时很调皮，但他很优秀，他未来一定会成为一名神探。